周家那18岁的老姑娘桂兰竟然嫁出去了，也不知嫁给谁了。就是那年前带着2岁儿子来山上住的那个猎户，还换了一头大野猪。哎呀，好好的姑娘就被他这么留成老姑娘，临老还给人当了后娘。我听说那猎户啊，以前可是杀过人的，你们瞅瞅他那吓人的模样啊！一个壮硕的男人端着一碗白米粥，拿了汤勺给女人喂粥。女人好似做了什么噩梦，手用力地挥舞着。周桂兰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男人手用力地往男人的脸上捶去。男人敏捷地抓住她纤细的胳膊往床上一按，两人的脸凑得极近，那男人的呼吸都喷洒到她的脸上，温热的触感让她心里一慌。流氓，你赶紧放开我，不然我会告你的。周桂兰挣扎着，心中一片骇然。我不是出车祸死了吗？为什么现在躺在床上，身上还有一个男人？正想着，脑子一疼，她忍不住闭眼，一股不属于她的记忆朝她袭来。前几天徐长林扛了头大野猪跑去他家提亲，原主的娘立刻就答应了。奈何原主不想做后娘，一头撞死在门框上。原主的娘也是个能耐的，竟然还是在今天将原主给抬到山里。消化完记忆，周桂兰在脑子里迅速地整理信息。我竟然穿越了！我不会强迫你，不想嫁也不用寻死。这声音简直就是男神音呐！心思正荡漾着，就听到旁边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爹，好可爱的奶娃娃呀！黑葡萄般的眸子，软乎乎的身子，看向他的眼神怯生生的，让他小心肝直颤。这简直就是坐享一个俊朗的不像话的老公和一个萌化了的奶娃娃呀！不走，我坚决不走。才刚来这个世界，他一没钱，二没地方可去，这里有美男又有小奶包，他当然是不会走了。手感简直太棒了！以后我就是你亲娘了，乖，来喊一声。徐长林随即开始脱衣服。周桂兰急了：你要干嘛？天亮了你就可以回去，再找人家嫁了。刚刚好像是我想多了。周桂兰默默地在心里鄙视自己，再想到徐长林的态度，她心里了然，大概是原主的自杀伤到了徐长林。周桂兰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这是要饿死人的节奏呀！周桂兰洗完衣服放到树枝上挂着晾晒之后，回屋拿了一个木盆，蹲到屋外的地上拿了一个树枝，就扒了土开始挖蚯蚓。前世的周桂兰可是农业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也一直在搞养殖，看到这个地方她就双眼放光。这就是最好的养殖条件呢，只要能在这里弄起养殖场，那到时候还不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吗？养殖第一步就是养蚯蚓，到时候喂鸡，送给娘。周桂兰简直是母爱泛滥呐，她喊她娘了，还送蚯蚓给她，这小奶包简直是太招人稀罕了。乖儿子。小奶包脸上又升起2团酡红，他娘喜欢蚯蚓，要多挖蚯蚓送给娘。徐长林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大一小蹲在地上玩泥巴，这女人竟然还没走。这是梅花鹿。他走近发现竟然是真的梅花鹿，他看着梅花鹿的体型也有200-300斤吧，而且这梅花鹿警觉又跑得快，徐长林竟然能打到一头。天哪，这男人也太牛了吧！这个女人想谋杀亲夫？徐长林，你太厉害了！来，把这头鹿收拾了，咱们还能趁着下午去卖了。说着，就将那把闪着寒光的刀递给徐长林。徐长林这才接过刀，蹲下身子，对着鹿的头就要下刀。等等！徐长林手一顿，抬头看着他：“你不会就这么直接剥皮吧？”嗯。你简直暴殄天物！
现在听我指挥。周桂兰一手叉腰，就开始点着鹿角，先让他切下来。这男人简直不识货呀！难怪他打猎物这么能耐，家里还这么穷。在他的指挥下，徐长林快速地将这头梅花鹿收拾好了，分成不同的部分，一一放在一个背篓里。周桂兰捡起7、8斤鹿肉来，徐长林见他兴奋的模样，心中也是轻松了不少。看来他是想留下来了。留50斤肉下来。这么多吃不完会坏了的。周桂兰虽然也觉得鹿肉是好东西，可这天还是热的，肉放不了多久。明天你回门带回去。想到这原主的娘啊，他的小心肝就颤了颤。那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不会看穿他吧？在徐长林将自留的肉搬进屋子之后，周桂兰就主动担下了做午饭的任务。小奶包蹲在地上继续挖着蚯蚓。为什么挖这个？小奶包头也不抬，脆生生的应着。娘喜欢，我要送给娘。徐长林沉默了，忍不住回头看了眼正在做饭的女人，自己这个妻子会不是脑子装坏了？可惜小奶包完全感受不到他爹的心情，还喊徐长林一起开饭了。父子俩这才起身。徐长林端着那个大木盆走过来，而那个盆里竟然已经有大半盆的蚯蚓了。那蠕动的蚯蚓让周桂兰差一点就想一脚将盆踹开。听说你喜欢蚯蚓。我怎么可能喜欢蚯蚓啊？我又不是神经病。送给你。所以我收到来自这个帅气相公和可爱小奶包的第一件礼物是大半盆蚯蚓。长林背着背篓在前面走，在爬过一座山之后，周桂兰累得走不动了。先休息休息。周桂兰再也忍不住，一屁股坐到一块石头上休息。哎，这是啥？周桂兰几步冲了过去，徐长林将衣服打开，他一看，里面竟然是6只鹌鹑。这可是好东西。徐长林见周桂兰满脸兴奋，想到之前他喜欢的蚯蚓，随即明白过来，将鹌鹑递给周桂兰，说道：送给你。让周桂兰想起了之前他送她那一大盆蚯蚓，她前世今生第一次收到男人的礼物竟然是蚯蚓，第二个礼物竟然是6只鹌鹑，这要是不说清楚，他不得以为他是变态。想到这儿，鹌鹑生长得快，我们养殖起来，它下蛋了就给它孵出来继续养，随即再下蛋，等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吃鹌鹑蛋，还可以烤鹌鹑吃了。徐长林，你打猎总是不保稳的，咱们只有半袋子苞米，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等这次将这些东西都卖了，有钱了，我要买鸡买鸭买鹅，再抓2头猪，到时候养起来，咱们做一个养殖大户，保准想吃什么吃什么。你不走了啊？走什么走？我要开展我的养殖大业，赶紧去镇上，要不一会儿就迟了。徐长林神色轻松了不少，情绪高昂的周桂兰在接下来爬山的时候都没有觉得怎么累，甚至比徐长林预期的时间更早的就到了镇上。两人直接就到了药材店。请问你们这儿收鹿茸吗？那小伙计一愣，下意识问道：你有？周桂兰嘴咧得更大了，给徐长林使了个眼色。徐长林会意，将那个背篓往柜台上一放，压的那柜台嘣的一声闷响。小伙计就让两人在这里等等，随即匆忙的去了后院。不一会儿，那小伙计就带了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过来。刘管事，就是他们。不知两位想怎么卖这些东西呢？你给开个价吧。这些我一共给你们2两银子。2两银子已经是普通农户1整年的进项了，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少了。2两银子，这是拿我当傻子呢。刘管事，这鹿茸可是有价无市的东西，就是单独卖也不止2两银子吧？徐长林眸子一眯，转头就看向旁边的小女人。他知道的这个可不是一个普通村里妇人就能知道的东西。刘管事心里也是暗暗吃惊，可是没想到这2人竟然是妇人做主，最重要的是这妇人竟然这般了解鹿茸。没想到您这般懂行情，那我就掏心窝子6两银子，这些我都收了，如何？周桂兰笑了笑，就在刘管事以为他要点头时，凑近徐长林耳边轻声问：哎，10两银子你愿意卖不？毕竟是他猎来的鹿，自然是要和他商量一番。那热气吹到徐长林耳朵里，让他觉得有些发痒。10两，如果想要鹿肉和鹿皮，那就再加3两。毕竟啊，我男人可是10里8乡有名的猎户，也就他能猎到梅花鹿。旁边的小伙计吃惊不已，他忍不住看向柜台上的东西，他1个月也就2000银子，1年下来也就2两多，在他们村子里已经是有出息的，这会儿竟然是比不上一个猎户。刘管事忍不住皱起眉头：这位夫人，这个价格太高了，8两如何？刘管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周桂兰一口回绝了，价格就在这儿了，若是刘管事不要，那我们再去别家药铺看看。他一说这话，徐长林就动手将鹿尾放进了自己的大背篓里，这
干净利落的动作让刘管事心里大惊。等等，10两银子我要了。这个进价虽说贵了，可是收下来那是血赚，还能顺便增加一下他们药铺的名气，所以哪怕是肉疼也不能让他们卖给其他家。鹿肉和鹿皮顺带收了。这人简直就是一点就透，真聪明。不过最后刘管事用2两银子收了鹿肉，没有收鹿皮。周桂兰也无所谓，毕竟鹿肉也能入药，鹿皮不行。接下来他也不走，就让伙计给他抓了一大堆的药，八角、桂皮、茴香，这些可都是好的调味料，做好吃的必备的。等他们走了之后，那伙计忍不住挠了挠头，疑惑道：刘管事，这俩人买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材干啥？也不能治病啊。刘管事摇了摇头，东西卖了一大半，半人高的背篓都空了，那钱被周桂兰贴身放到身上，兴奋的脚步都轻快了。你太能耐了，你一下就赚这么多钱，厉害厉害。得养活你们娘俩。这男人真是极品，长得好，身材又好，又这么有气场，嫁给这样的男人真是赚到了。这个男人简直就是撩人不自知啊。2个人去了一个成衣店，跟老板讨价还价，卖了2两银子。一向淡定自若的徐长林都有些吃惊了，竟然是卖出了14两的天价。只是下一刻他就更加吃惊了。他这小妻子呀，赚钱的能力强，花钱的能力更强。拿了2两银子，周桂兰就问老板有没有不满。这是我们这儿卖的最多的布，400文一匹，你们要我给你们算390文。有细棉布吗？老板拿了2匹细棉布过来，放到柜台上。周桂兰摸了一把，手感好了不少。不错，舒服。这是细棉布，要贵一些，1匹布800文，我可以给你780文。若是我买5匹布，3两银子卖不？你真的要买5匹布？不怪他震惊，乡下人一年到头也买不到1匹布，这小女人一开口就是5匹布。下意识的他就询问的看向旁边的徐长林。徐长林也有些震惊，自己这小媳妇儿还真是一开口就吓人。老板能不能卖？虽然说每匹布就赚了1点，可5匹布也赚了不少。想通了，也就按照周桂兰的要求挑了5匹布，放进徐长林只放了药材的背篓里，再问老板买了3块背面。在花了3两3钱银子之后，终于走出了布庄。怀里揣着巨款的周桂兰接下来就开启了买的模式。老母鸡，先来2只，鸡蛋来100个，鸭蛋那就来20个。哈，竟然还有卖鹅蛋的，赶紧来20个。大米那是不能少的，先来50斤，多了怕他们背不回去。白面快来30斤，再买4斤板油回去炼油，家里盐也不多了，再买1斤盐。萝卜种子先买一些，种了之后还有青菜吃。这么一圈扫荡下来，徐长林背着的背篓已经满满当当的了。2人看了看天色，赶紧往家里赶。徐长林背着大背篓，拿着包子，周桂兰牵着2头羊，提着2只老母鸡回到山上。快到门口时，发现木门开着，小奶包安安静静地坐在门口，向着远方张望着。见他们回来，他站起身，迈着小短腿朝着这边过来。周桂兰忍不住快步走过去，放下牵着的羊和鸡，吧唧一口就亲在了小奶包的脸上。嘿，回来有人迎接的感觉简直太好了。儿子，饿了没？小奶包对他还是有些怯生生的，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周桂兰摸了一下他的脸，满足了，这才牵起2头羊放在附近的树上系好，牵着小奶包的手提着鸡往屋子里进去，完全无视了背后背着大背篓的。见到周桂兰这个表现，徐长林挑了下眉，背着背篓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屋子。包子，徐长林将油纸包包着的包子递给他，他像献宝一样放到小奶包的面前，肉包子的香味飘了出来，让小奶包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想吃吗？小奶包耸了耸鼻子，偷偷闻了闻，看向徐长林。徐长林对他点了点头，他奶声奶气地应了一句：想吃。以后呢要爱干净，吃东西之前都要洗手，知道了吗？怕他不记事，周桂兰又加了一句：干净的小孩子大人才喜欢。只要我干干净净的，娘就会喜欢我吗？吃吧。娘，你吃。小奶包吞了吞口水，将手里的包子递到周桂兰的面前，那双纯真的大眼睛看着他，这个举动可是让周桂兰的心软得一塌糊涂。你看这还有很多，你赶紧吃，我们都有。说着，周桂兰就拿出2个包子递给徐长林一个，
自己也拿了一个。徐长林将背篓放在地上，瞥了眼周桂兰递过来的包子，一本正经地开口道：“爱干净才有人喜欢。”周桂兰被呛得连连咳嗽，涨红了脸。这男人简直太会撩人了！不行不行，我一个21世纪的现代女性，怎么能输给一个古人啊？周桂兰，你要坚守本心，不能被撩得这么急就动心，颜面何存啊？知道咱家今天赚了多少钱不？小奶包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而一旁的徐长林依旧是默不吭声。这个闷葫芦，这个时候可就太没意思了。今天我们一共有14两的进账，买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花了11两。徐长林都有想扶额的冲动，他亲眼见到自己小媳妇赚了14两，也亲眼看她花出去11两。不过对于这事儿他倒是没有意见，以前他经常打猎拿到镇上卖，一直都只能养活他和儿子，如今儿个就是听着周桂兰的话将路分开卖，竟然能赚到这么多钱，花的也都是花在正处，所以还是他小媳妇的能耐。这钱给你放着，以后我们家钱归你管。周桂兰有些犹豫，这是你赚的，你是我媳妇儿，以后你当家。眼瞅过几个月就要入冬了，到时候咱们怕是得断粮了，而且咱们是得提前准备棉衣棉裤。我看小奶包就一套衣服，连换洗的都没有，冬天来了不得冻着。徐长林沉默了，这日子一晃眼就过了，冬天山上都没有什么猎物。周桂兰接着道：“我们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我就把养殖弄起来了，到冬天正好接上。不过这事儿得尽快，而且这屋子得翻修，木屋子冬天太冷了，咱们建新屋子，到时候砌炕，这都得要钱。需要我做什么？要你做的事儿多了，羊需要棚子，鸡需要窝，都得你弄的。好。”徐长林答应下来，起身就在门后头拿了一个斧子，出了屋子。爹娘是不是喜欢我？徐长林了一声，嘿，那娘喜欢爹吗？小奶包双眼亮晶晶地看着徐长林，徐长林握拳放在唇边，轻咳一声：“你得问娘。”娘没亲爹，该是不喜欢爹的。小奶包又低下头，说的有些失落。徐长林被噎得说不出话了。确实，他到现在都还没碰这个媳妇儿。昨晚的洞房花烛夜，今晚也该补上了。屋子里的周桂兰可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屋子里的某头狼盯上了。今晚我们圆房。啥？昨天的洞房今天补上。那啥，有孩子呢，我们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周桂兰假装娇羞的开口，哪怕这个男人她很欣赏，可是还没有感情，这心理上怎么也接受不来。徐长林转过头，一双剑目紧紧盯着他，好似要看穿他的内心。周桂兰被他看得心虚，躲避徐长林那好似能将他看透的目光。这个男人真可怕，这样的人物真的不像是一个在深山里的普通猎户啊。那你先洗澡吧，早点休息。顺势看过去，就见徐长林赤裸着上半身站在门口，拿着桶从上往下淋水。那个好身材就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啊，简直就是极品。周桂兰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心神都聚焦在徐长林的后背上。娘，小奶包的喊声从旁边响起，周桂兰被吓得一跳，转头就对着小奶包做了一个轻声的动作。小奶包疑惑地看着周桂兰，小小的心里只觉得娘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刚制止了小奶包，再转头就见徐长林半侧着身子回头看着他。您继续。说完就一把抱住小奶包回到了屋子，一把就将小奶包放在了床中间，他就躺到床里面挺尸。周桂兰一天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就这么直挺挺地躺着，竟然就睡着了。等徐长林洗完澡回来，想抱自己媳妇儿的时候，才发现媳妇儿竟然已经睡着了。媳妇儿大概还没准备好，没关系，他不急，睡媳妇儿的日子长得很。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天亮了。对了，我的羊！快步的出门，一眼就看到在屋子外面收拾着兔子的男人，随即就见到不远处正在吃草的2只羊，他松了口气。收拾下，一会儿与你回门。周桂兰一愣，才意识到她已经出嫁3天了，今天要回娘家，这也是这边的风俗啊！糟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周桂兰挠着她那鸡窝一样的头发，想到脑子里原主老娘的彪悍，只觉得她要惨了。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没话，婶子，你家桂兰回来啦。不一会儿，就看到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无视在前面背着背篓的徐长林，几步跑到周桂兰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周桂兰，问她：“你是不是被欺负了？”周桂兰额头冷汗都要落下来了。
这老太太果然是彪悍，当着徐长林的面竟然就敢这么问他，完全不怕徐长林的样子。这可是比村里那些男人还要强。咋的，聋了？要是他琢磨你了，你就跟我说，咋成闷葫芦了？老太太虽然是对着周桂兰说的，可是一双小眼睛却是往徐长林的身上扫。周桂兰怕他爆了，急忙道：没有的事儿，我挺好的。娘，咱们先进屋吧。哎呀，进啥屋啊？就让我们这些叔叔伯伯瞅瞅你回门给你娘带了啥好东西。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响起，那女人5大3粗的，一眼就能瞅出来是个能耐的。从原主记忆里知道，这个人是原主的大娘，往日里就不太喜欢他们家，总觉得他大伯往他们家贴了不少东西。周老太太摆了摆手道：哎，她刚嫁过去，没啥家底儿，能给我带啥呀？他们能过好他们的日子就成了。大娘李秀英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把她拉扯大呀，这会儿他就该孝顺你，快让大娘瞅瞅拿了啥，咱也不能空着手回来吧。说着，那双眼睛就往徐长林的背篓里瞥，嘴上是这么说着，心里可不觉得周桂兰嫁给一个猎户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哎呀，就是啊，多多少少也是心意，快给我们瞅瞅。谁家姑娘回门不是用扁担挑着箩筐往娘家拿东西，他们倒好，背着个背篓就回来了，指不定啥也没拿呢。这周桂兰呐，就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让他们老周家可是被村里其他大姓人家指指点点，他们对周桂兰可都是不喜的。周桂兰挑了挑眉，这摆明了就是要让她丢脸。徐长林干脆就将背篓放下来，拿出了一匹布交给周老太太，众人顿时吃惊了，连大娘都忍不住上前伸手摸了一把那布，竟然是细棉布，这可不得了啊！他们平日里也就穿粗布，细棉布可是老贵了。周桂兰就知道这东西在回门里已经算是不错的。徐长林又拿出一只野鸡、一只兔子，还有50个鸡蛋，递给周老太太。那些坐在门口的亲戚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起身，将3个人与小包子围在中间。再到后面就是徐长林拿出了40多斤鹿肉出来，那可是老大一坨肉啊，都抵得上小半只家猪了。那些亲戚们全都叽叽喳喳开始夸周桂兰和徐长林，说这2人有本事，挂念家里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桂兰是个好的，这是想着家里呢。全村也没有谁拿这么多东西回来呀，桂兰是个孝顺的。要我说，还是女婿好，谁家能让自己的媳妇儿往家里搬这么多东西？那也得是女婿有本事，能拿回来这么多东西。你瞅瞅咱们村里有人家回门啊，那回门里就拿10几个鸡蛋，我家那闺女嫁出去啊，都没拿回来这么多彩礼。周老太太看到这些东西也有了笑脸，这些回门礼呀，在大石村可是算是极多的。带着一家子进屋，周桂兰牵着小奶包的手跟上老太太进了屋。刚进堂屋，又一个24、25岁的男人出来，这是原主的哥周大海。周桂兰喊了一句，也教小奶包喊了人。周大海倒是个好性子的，笑着摸了摸小奶包的头，就喊了徐长林要带他出去陪家里的长辈。周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小闺女和小外孙到了厨房，让周桂兰去灶台下烧火，她开始炒菜。徐长林咋样啊？挺好的。周桂兰随口应了一句，脑子迅速地转动着，想着原主之前和老太太的相处方式，努力不让自己露馅。咋的，还气娘啊？这声音还带着几分气势，让周桂兰浑身都起了防备。咋会啊？我为啥要气娘啊？周桂兰急忙讨好的应了一声。周老太太叹了口气，哎，你也别怪娘心狠，前几年大旱，娘不留你在家里给家里挑水，咱们一家都得饿死。谁知道一转眼你就18，成了老姑娘了，总不能在娘家待一辈子，娘只能赶紧把你嫁出去。那你也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那陈有栓是什么人啊？周桂兰忍不住应了一句。那会儿不是只有他家来提亲，都是一个村的，他要是敢动你，我就能削他。你又不是个哑巴，被琢磨了不会回来跟我提。周老太太小眼睛一瞪，气势全开，让一向伶牙俐齿的周桂兰愣住了。这周老太太是个彪悍的主，15年前丈夫就没了，她这么小的个子，愣是把4个孩子养大。农村家里没男人，那就是全村欺负的，都立不住。周老太太那时候可是能跟男人干仗，村里愣是没有人敢欺负他们家，所以对于这个老娘，原主那是极为敬重的，这才在老太太给她定下婚事之后，不敢跟老娘对抗，只撞了墙。
这徐长林呐，虽说是个猎户，又带了孩子，我瞧着是个有本事的，你跟他是饿不着的。再说他一个外来户也不敢欺负你，要是欺负你啊，娘就带着咱们老周家的人收拾他去。老太太这一番话，竟然让周桂兰心中有一丝小小的悸动，真是神奇。见她不开口，老太太小眼睛瞪得老圆，咋的？你要一辈子不跟娘说话是不？我没这么说。老太太冷哼一声，哼，你是我生的，你那点小心思娘能看不出来呀？别给我整那些没用，你给我记好了啊！你们2个人没田地，打猎呀就是个不稳的事儿，你们得勒紧裤腰带，攒点钱买田地，以后你生了孩子呀，也有祖业留给他们。我寻思着，以徐长林的能耐，你们也就是这2、3年就能起来，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别以为老娘就看中你那头野猪，你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把你往火坑里推。一番话竟然让周桂兰心里热乎乎的，不愧是外头都不敢欺负的老太太呀，啥事都想好了。我知晓了。娘，老太太这会儿脸色好了不少。这孩子咋样啊？好带不？一听老太太问她，吓得脸色都变了。这个外婆好可怕。他很乖，娘，你不用担心。乖呀，你也就是好带些，还是得自己生的儿子。说着就瞧向周桂兰的肚皮，那双眼睛还带着金光，今年就怀个孩子。周桂兰又心虚了，还没圆房咋生孩子呀？而且我这身子才18，咋的还不想生？不生孩子谁给你送终啊？周桂兰冷汗都要下来了，这个老太太也太厉害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能看出来？没有的事儿，等我们稳住了就生个孩子。先生3个儿子，再生2姑娘就差不多了。边做着饭呢，就听到外面闹哄哄的，还有骂人的声音。老太太让周桂兰熄火，快步走了出去。周桂兰交代了小奶包一句，自己在屋里待着，就跟着出去了。就看到一个60、70岁的老太婆正在门口双手叉腰骂人，而陈有栓躺在门板上嚎叫着。这个人呢，就是村子里有名不好惹的主钱大丫，陈有栓他娘。这一家都没完没了了，今儿可是我回门，这些人竟然来我娘家闹事，真拿我好欺负的是吧？就是这个贱女人，就是她让我儿子断子绝孙的。瞎咧咧啥？你儿子断子绝孙跟我小闺女有啥关系？再吵吵我撕了你的嘴！哎呦，你这老货不敢认识咋的？你这好闺女把我儿子子孙根给弄坏了，这会儿还疼得不行。你瞅瞅，这都躺着站不起来了。娘，疼！周老太太回头就看着周桂兰，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周桂兰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哎呀，我的儿子呀，我的宝贝儿子，这要断子绝孙了，老周家不是人呐！你让我儿子没了种，我就让你们老周家也断子绝孙。你们去给我找周大海，给我废了他！那些老陈家沾亲带故的人撸袖子就要往周家冲，周家不少亲戚也都站了起来。咋的？你们老周家这是要欺负我们老陈家了？你想咋的？哼，周桂兰，你个小贱蹄子，伤了我儿子，要么偿命，要么给我儿子100两养伤。1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咋的？你儿子是金镶的，要这么贵？嘿呦，你个老钱婆还有脸说呀？他可是让我儿子绝后了，100年之后可没有人给他摔我下半生能不能干活都不知道了。100两就是养我儿子下半辈子，我还觉着100两便宜。钱大丫说的唾沫横飞，看到周老太太被他压下去，心里那叫一个畅快。谁说徐梅花能耐的？这会儿不就被他钱大丫给压下去了？还要他们赔个媳妇儿给我？哎呀，好，娘都应了你。钱大丫急忙安抚自己的儿子，随即起身，手指着周老太太，颐指气使。老钱婆，你还应了我家婚事，现在你把我儿子的媳妇儿还给我们老陈家。周老太太可是气得不行，她徐梅花什么时候这么憋屈了？那袋子苞米我不是早还给你家了，亲事也早退了。你说退亲就退亲啊，我们家不答应。陈有栓仰起头，对着老太太就嚷嚷。虽说周桂兰已经是个破鞋，可是她的名声也臭了，他娘也不太乐意给她多出钱。他找不到媳妇儿，这周桂兰总比给他娘说的那些寡妇干净。他敢伤他的子孙根，等他进了他老陈家的门，他就1天3顿打。对，你们老陈家可得赔我们有栓一个媳妇儿。老周家的人脸上都挂不住了，今儿个他们可是来吃回门饭的，谁知晓老陈家的人在这这么闹腾，还这么不要脸。也亏得他们能说出这些话。陈有栓，我在山上我家咋的能打你？就是在山上你打的我。陈有栓瞪着周桂兰，这小贱蹄子是不想承认，我家可跟你们家没有什么关系，你去山里找我干嘛呀？一句话让大家都忍不住看向陈有栓。对呀，他们之前一直都在气钱大丫狮子大张口，可是没想为啥周桂兰会打他，在哪儿打的？哎呀娘啊，疼死我了！
钱大丫也是个聪明的，会意，双手叉腰，破口开骂：“我儿子都这样了，你们还不赶紧赔钱！”周老太太可不是个容易忽悠的，一听自己闺女这么一说，就知道里面有事儿，当即大手一挥：“急啥？反正你儿子也娶不着媳妇儿，就让我闺女跟你们掰扯清楚。要不啊，你们老陈家还不知道为啥要来我们家找我们家老周家麻烦。”跟着一起来的老陈家的人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也觉得这里面有事。其中一个老早就不乐意过来的人喊了一句：“那你们说是咋回事？你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的说，娘在这儿，谁也不敢欺负你。”就喜欢周老太太这护短的性子。周桂兰咧了咧嘴，收敛了笑意，这才转头看向陈有栓。昨个陈有栓趁着我男人上山打猎，就跑到我家偷东西，被我逮个正着。我趁着机会一把拿了枕头给他砸了。你胡扯！我啥时候去偷东西了？不是去我家偷东西，那你去我家干嘛？还趁着我家没有人的时候去？周桂兰追问了一句。这个时代可是对女人很不友好的，她要是将实情说了，固然是会让陈有栓的名声臭了，那她的名声也会不好。她这么一说，陈有栓就说不出话来。她要是说她去他们家就是为了睡周桂兰，那老周家的人就得都撕了她。还有那个徐长林，你个小蹄子胡说八道！一个猎户没田产，穷得叮当响，我儿子能去你家偷东西？这时代大家都是种地的，谁家田地多，谁就是有钱人。徐长林一个没有田地的猎户，没有田地，那可是不能让人瞧上的。有田地的人家，你们就能惦记了？一句话就让钱大丫答不上来。没田地就不能有肉有钱？你儿子不是为了去偷肉的，要不咋去那山上去我闺女家？刚刚他可是憋屈死了。这会儿他知道是闺女占理，他还能输了，他就不叫徐梅花。你这小贱人，敢往我儿子身上泼脏水，我弄死你！钱大丫眼珠子一转，就朝着周桂兰冲了过去，就要打他。这会儿要是还不闹腾起来，他儿子就要被人说是小偷了。徐梅花那是什么人？能吃了亏？果然，周老太太将周桂兰扯到身后，抡起胳膊，狠狠一巴掌打到冲过来的钱大丫的脸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钱大丫被打懵了，还不等她回神，头发就被抓住，整个头皮都被疼麻了，随即身子就被一股大力冲撞，她整个人就摔在地上，正面着地，后背被周老太太一屁股坐了，两只手都被徐梅花踩在脚下。老太太也太牛了，这都跟练过似的，那动作，那气势。就这么一照面的功夫，老太太就压在钱大丫身上，让她动都不能动，简直就是全面碾压呀！敢动老娘闺女，也不打听打听我徐梅花是什么人？徐梅花，你敢打我？我要弄死你！他钱大丫在村子里一直都是横着走的，啥时候吃过这亏？这老钱婆，她一定不能让她好过，还想弄死我啊？弄死啊！来呀，让你欺负闺女！你没看着我娘被打，快去打那老太婆呀！可惜呀，没有一个人搭理他。陈有栓还要嚷嚷，周桂兰眼皮子一抬，再吵吵，我连你一块走。到傍晚时，羊棚做好了，顺带还按照周桂兰的要求将鸡笼做好了。哎，我去帮你盛。下午徐长林可是一点都没闲着，做了这么多的木工，身上都汗湿了。对比之下，他都觉得自己太轻松了。徐长林看着周桂兰的背影，心里暗自琢磨，自己这小媳妇儿是心疼她了。看来他已经接受她了，晚上他就可以睡媳妇儿了。一会儿洗澡要洗得干净点，免得熏到自己小媳妇儿。周桂兰可是不知道徐长林心里在打什么主意。他盛了满满一碗面条，油渣也盛了不少到他的碗里，这才将面端回来递给徐长林。看着两人吃得香，他是满满的成就感。突然发现来这儿还不过第二天，他真是过得比前世还要高兴。对了，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原来娘不知道我的名字，娘不在意我吗？徐小天。徐长林如常说了名字，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面条，赶紧吃完收拾好，晚上就能睡媳妇儿了。周桂兰瞧见小奶包的表情，心疼的不行，抚着他的头安抚了好几句。是娘不对，才知道我们小天天的名字，下次去镇上，娘给小天天买糖吃好不好？听说有糖吃，小天天又咽了口口水，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周桂兰这才松口气，这小奶包的杀伤力太大了，她就怕将小奶包伤到。
等他洗完澡出来，就见徐长林拿了瓢，一点点往身上淋水洗澡，搓洗的那叫一个认真。夕阳的映照下，男人小麦色的皮肤下是让人流口水的身材，8块腹肌，倒三角身材。周桂兰感觉自己的脸都在发烧，急忙转过头。往日洗澡如同打仗的徐长林，这一会儿洗得格外仔细。等他洗完澡回到屋子时，小奶包又躺到了中间，而他的小妻子已经躺到床里面了，一把就将睡在中间的小奶包抱了起来，放到床尾。刚放手，小奶包就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躺在了中间，2只手抱住了自己香喷喷的娘。徐长林难得地皱起了眉头，第一次觉得这小子在这儿碍事儿。周桂兰也是累极了，刚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衣服什么的还是明天再洗吧，要扛不住了。小奶包贴着自己娘的胸口睡着了。徐长林看着睡着的母子俩，身上憋着一股火，可是也没办法，只能躺下睡觉。周桂兰再次醒来的时候，粥已经放在了桌子上，水缸里的水也都已经满了。看样子徐长林是又去打猎了，这会儿天才刚亮呢，这男人也太勤快了吧。收拾好了之后，这才下山往娘家走去。路过大娘门口时，大娘正巧从屋子里出来，看到周桂兰背上背着的背篓，想到昨天家里分的鹿肉，笑眯了眼。桂兰呐，又送了啥好东西给你娘啊？哦，没什么，就想问问娘有没有什么衣服要洗的，我给我娘一块洗了。大娘显然是不相信，你这是唬大娘呢？咋的？怕大娘抢你东西？当然怕了，您这模样是明摆着要东西。这话呢，也就心里想想，周桂兰也不能真的这么说。哪能啊，就是家里穷，昨儿个把东西都拿了回来，就想问问娘有没有粮食能借我点，要是大娘家有粮食那就更好了。一听是来借粮食的，大娘脸上就没了笑。这年头谁家都缺粮，我们家这么多口人，粮食也不够了，你去问问你娘吧。娘，这2匹布您想给徐长林跟小天做2身换洗衣裳，他们都没衣裳穿了。周老太眼睛一瞪，咋的？就光给他父子俩做，你不要新衣裳？知晓周老太这是在维护他，他急忙道：娘啊，你看这颜色也不好看啊，都是给男人做衣裳的，我要来干啥呀？你买布的时候不会买2块好看的布？周老太太可不是个好忽悠的，立刻就怼了回来。周桂兰立马乐呵呵的，他们2个都没衣裳，你看就徐长林还有3套破烂衣裳，小天身上就那1套，好歹呀我还有2套你给我做的衣裳呢，咋的也不能在这事上争他们的，是不是？等徐长林再打猎了，有了钱，我就去买布给自己做衣裳。听他保证，老太太这才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缠。我可告诉你啊，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可不能嫁了人就委屈自己个儿。为男人着想那是对的，可那孩子也不是你亲生的，对他再好也没用，往后呀照样拿你当后妈，你可给我长点心眼儿。那孩子挺好的，他现在小当然好，我是让你长点心眼儿，别吃力不讨好。咋的？嫁人了就不把娘的话当回事了？好好好，我记着了，往后一定对自己好好的。周老太这才满意。对你男人也得真心，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跟他好好过日子，只要是个好的呀，也能跟你好好过日子。周桂兰点点头，家里没地方孵鸡，就想让娘您帮着烧炕试试，您留10个鸡蛋自己吃，剩下20个帮我孵着试试，柴火我让徐长林送过来。你有这盘算也是不错的，娘就帮你试试。昨儿个你送来的鸡蛋还有，这30个鸡蛋呢，就都给你孵了。你在做啥？咱们得赶紧种菜，要不天冷了咱们就没有吃的东西了。咱们把后面围起来，防着山里的野兽糟蹋，再多种些菜，冬天也不怕。就见徐长林拿起锄头大开大合的翻地，没几下就比他折腾许久翻得多了。周桂兰忍不住咂舌，徐长林你真能耐，我弄了这么久也比不上你这2下子。这不是你干的活，往后跟我说声就成。以后他就负责做一些轻巧的事情，至于说这些体力活，那就都留给徐长林了。好，那我就说说我的打算了。徐长林了一声，示意自己的小媳妇儿吩咐他。冬天就要来了，咱们这屋子是木头的，也没炕，到了冬天那铁定冻死人。我想着咱们得在入冬之前盖一栋石头房子，把炕造起来。造房子得不少钱，徐长林心里头盘算着，
明儿个是不是再往山里面走一走，再去打2头梅花鹿？还有啊，这个以后要是种菜了，总不能让你天天下山挑水吧？我想着还是得打口水井，咱们吃水也方便，还能洗菜，还有厕所，咱们也要建一个，不能总去林子里解决，不方便。徐长林低下头，默默地思索着，2头梅花鹿已经不够了，至少啊得多打5、6头。这小媳妇儿果然会花钱，他能不能养活这小媳妇儿呢？徐长林就皱起了眉头。咋的，不愿意啊？不是。徐长林干巴巴地应了一句。可惜啊，他太不了解女人，这样一句带着他真诚的话，听在周桂兰耳朵里，那就全都是敷衍。这就是过日子，我一定要吃饱喝好的。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自己干。这个时代的女人极度没地位，也是男人当家的。他说了自己这么多打算，这就像是他领导他们家。徐长林心里不说。徐长林虽然是个话少的，可是这会儿也明白自己说的话惹怒了自己的小媳妇儿了。随你吧。随他吧？啥意思？这是在说气话了？周桂兰心里不舒坦了，冷哼一声，抱着小奶包就走了。这是懒得和他争了？那他还不想和他说话了呢。徐长林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不是都答应他了，为啥他好像更生气了呢？挠了挠自己的头，他想不通，只能继续完成小媳妇儿让他做的事情，翻地。周桂兰走到屋子前面，看徐长林没有过来，心里就更加肯定，他刚刚是给他气受了。这么说的好像是他上赶着一样，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一家子吃饱喝足？要是他有他那本事，他就自己干了，都懒得和他多说。娘，不伤心。娘有小天，娘不伤心。到池塘边，他慢慢搓着手里的床单，想到徐长林，他手上的力度就加重了几分。哼，这个男人敢跟我说气话，哼，戳死他！见到自己娘亲回来，小奶包急忙端着那小盆蚯蚓跑到周桂兰面前。娘，送你蚯蚓，不生气。周桂兰眼皮抽了抽，这要怎么跟小奶包说？我其实不喜欢蚯蚓，只是生活所迫呢。在看到小奶包期待的眼神时，他到底是没忍心。娘不生气，小天不要给娘挖蚯蚓了，娘会心疼的。小奶包乖巧地点了点头。他买的那些香料与盐巴和鹿肉一起放了下去，盖上锅盖，塞了木柴，慢慢地炖着。他转身又去洗米。今儿个有鹿肉，他是一定要蒸米饭。鹿肉的香味儿慢慢的出来了，弥漫了整个屋子，就连在屋子后面做栅栏的徐长林都闻到了。哪怕是一向对吃的没有什么要求的徐长林，这会儿都要暗暗感叹自己小媳妇儿的手艺了。从他来了之后，他们家吃的就是越来越好，还是得赶紧将媳妇儿吩咐的事情做完。小奶包早就坐不住了，站在灶台旁边，看着锅盖边缘冒出的热气，又咽了咽口水，看煮的差不多了，就夹了一筷子，吹了吹，送到小奶包的面前。干儿子，尝尝看好不好吃？他咬了一口，肉里面的肉汁就浸满了全嘴，满嘴的肉香，还有一股他说不出的香味儿。好吃，娘做的肉也太好吃了。看他嚼得那么开心，就知道味道不错。周桂兰忍不住自己也尝了一筷子。不愧是鹿肉啊，这肉鲜的味道也好，要是再放几颗红枣那就更棒了。可惜条件不允许，只能以后去找找看了。不一会儿米饭就蒸熟了，周桂兰摆着筷子打发小奶包去喊徐长林。不一会儿徐长林就进了屋子，几个人拿了筷子就开始扒饭。小奶包吃饭的速度也快了不少。我穿越过来3天了，这还是第一次吃大米饭呢。哪怕是昨天回门吃的也只是地瓜苞米饭。娘，好吃。好吃就多吃点，以后啊，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碗刚一放下，徐长林就又去了屋子后面。周桂兰冷哼一声，只是不打算跟我说话了。我还没生他的气呢，小气男人。想着他也不爽了。洗完碗坐下一会儿，就带着小包子去睡觉了。一觉醒来，发现徐长林还是没回来，他没忍住就去了屋子后头，发现后面竟然被他翻了一大块地，这种啥菜都够了，而且在后面还有不少的木桩子，都是钉在地上的。除了他进出的那个门，其余的地方都已经围满了。这男人也太能干了吧！这要是让他自己个折腾啊，
少说也得弄个10天半个月的，他竟然不到1天就弄完了。这次回到屋子里，就发现墙上挂着的弓箭没了。这是又去打猎了？周桂兰有些小小的后悔，自己也是有点小气了。徐长林他这么辛苦养家糊口，他还给他气手，等他做好饭都快天黑了，徐长林还是没回来。他正想着要不要去找人去找他时，徐长林竟然拖着一个木筏子回来了，而那木筏子上竟然是一个15、16岁的少女。看到那女孩时，周桂兰脸都抽了抽，这就是他大伯家的闺女周秋香。这是咋了？周秋香羞答答地瞥了一眼徐长林，应道：我在山上崴了脚，碰到长林哥，他把我拉回来了。原来是英雄救美去了，你好好照顾他吧。徐长林说完就往屋子里走去。周桂兰问道：你跑山上来干嘛？这山里可是有猛兽的，也就猎户往山上钻，女孩能进山的可是不多见。你能跑山上，我为啥不能？好好跟你说话，你还怼人。周桂兰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之后，也就懒得和他多话了。徐长林喝完水之后才从屋子里出来，周秋香就急忙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长林哥，我怎么办啊？徐长林瞅了眼正在做饭的小媳妇儿，想了想开口道：我下山找你爹娘来接你。周秋香不满意了：长林哥，你不能送我下去吗？我爹娘年纪大了，这么折腾人多吃亏啊。那就喊你哥来背你。哪怕是个大老粗，徐长林还是知道女孩名声是重要的。刚刚在林子里，他还特意用树藤绑着一些小树做成筏子，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秋香一时应不了话，只能自己生闷气。正在做饭的周桂兰对徐长林的反应很满意，决定晚上给他多几筷子肉吃。眼见着徐长林就要下山了，周秋香立刻喊了出来：你们就不能让我吃了饭再走吗？我都来堂姐家了，让我空着肚子回去？徐长林转头看了看周桂兰，这事儿呢还是得自己媳妇做主。周桂兰眼皮子抽了抽，最终还是制止了徐长林，等吃完饭再把他送回去吧，毕竟大伯这些年对他们家也算照顾，这会儿要是真的不让周秋香吃顿饭也说不过去。徐长林又转头回来了，周秋香想找他说话，就见他去了后面，拉了几棵树过来，开始劈柴。周桂兰将香料放进锅里慢慢炖肉，不一会儿这肉的香味就弥漫了出来，让周秋香偷偷地咽了口水。他们家也有鹿肉，前2天娘还做了，可没有这么香。没想到她这个丑不拉几的堂姐还有这手艺，想着目光就忍不住往徐长林身上瞥。在看到他那张俊脸之后，小脸微红，又急忙低下了头。周桂兰可不知道自己老公已经被人盯上了。周桂兰将周秋香扶进了屋子里，4个人才开始吃饭。长林哥，你尝尝鹿肉。周秋香说着，就用自己的筷子夹了块鹿肉放到了徐长林的碗里，看得周桂兰直挑眉。这周秋香是不是有点反客为主了？徐长林了一声，就回了一句：你也多吃点。周桂兰眉头挑得更高了，这俩人有点意思啊。埋头吃东西的小奶包感觉娘有些不开心了，奶声奶气地说：娘吃。被小奶包这么一哄，周桂兰是什么想法都没了，急忙说：碗里还有，娘有吃的，小天自己吃。这个堂妹是个麻烦，还是赶紧吃完，让徐长林叫人去把她接回家吧，要不天可就黑了。一旁的周秋香可是暗暗吃惊，没想到他们家的日子竟然是过得这么好，有肉还有白米饭，难怪这么好吃。她在家里都只能早上吃大碴粥，中午和晚上都只能吃地瓜。很快周秋香就吃完了1碗饭，就往周桂兰面前一伸：再给我盛1碗。周桂兰也懒得跟一个脚受伤的人计较，起身就去外头的锅里帮他盛了1碗米饭。回来的时候就见到周秋香往徐长林的碗里加肉，他当没看到，将碗放到周秋香的面前。这饭菜太香了，要是她嫁给徐长林，是不是每天也都能吃大米饭和肉？很快他的目光又往徐长林身上瞥，徐长林快速吃完饭就跟周桂兰招呼了一声，下山了。见他没有跟自己打招呼，还这么着急下山去找人，周秋香就气，心里一有气就吃得更多了。吃得太多，导致周桂兰和小奶包都没太吃饱。徐长林才带着大伯家的堂哥三强过来。三强也是个气性大的，一进屋见到周秋香，骂骂咧咧的：你来山上干啥？腿崴了还得我来背你？不想来别来呀，我还不想你背我呢。要不是爹逼着我来，我才不管你。三强也是火大，吃饭吃一半就被叫回来，他还饿着肚子呢。周秋香还想再骂回去，但是看到一旁站着的徐长林，身子一颤，急忙收了声，摆出一副柔弱的模样：长林哥，你瞅瞅我哥，不心疼我还骂我。
我不让他背我了，你背我回去吧。这会儿周桂兰要是还看不出周秋香在打着徐长林的主意，她就不是周桂兰，这是要当着她的面在勾搭她的男人呢。瞅瞅把他能耐的。哎呀，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你姐夫背你到底不是啥事儿，那被人瞅见了之后你咋说亲呢？这个年代女孩名声可是大得很，这周秋香正是说亲的年纪，要是名声坏了就说不了亲事了。显然这句话让三强听进去了，他的声音都提高了。当我是死的，我不背你，难不成要妹夫背你？赶紧上来，我还得赶紧回去吃饭。哪怕再不情愿，这个时候周秋香还是只能爬到自己三哥的背上，被三哥背走了。周桂兰上下打量着徐长林，不错啊，很是招人喜欢嘛。徐长林再次挠了挠头，凭男人的直觉，他的小媳妇儿这是生气了。为啥生气呀？今儿个还气了好几回。我救了你堂妹。我看到了，这堂妹还对他有意思。周桂兰心中暗自琢磨，自己这才成亲几天，还对这男人没感情，还好是这个时候来桃花了，他撤退还来得及。徐长林转身就去继续劈柴，既然自己小媳妇儿看到他救了他堂妹，大概也不会真的有气，今天晚上应该就能睡自己媳妇。等徐长林劈完柴，在外面冲了澡，再进屋子的时候，自己的小媳妇儿又睡着了。他身上有火，翻来覆去，一直睡不好。大石村、大伯家白米饭可香了，还有他家的鹿肉做的也比咱家的好吃。不能吧？那丫头早上还说要回娘家借粮食的。李秀英有些不相信，那丫头一家穷了这么多年，要不是他们家接济，那几年闹干旱，他们家就得饿死。这会儿能吃上白米饭，哎呀，那还能有假？我可是吃了3大碗白米饭。娘，咱们村里有谁能有长林哥有那本事的？定是长林哥会打猎，整日里啊都是白米饭加了肉的。说着，周秋香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徐长林那张俊脸，她小脸就红了。李秀英还在想着自己闺女的话，没留意到这事儿啊，咱们还得再去瞅瞅。过2日你腿好了，咱娘俩找个由头过去看看。李秀英到底是老姜，这就拿定了主意，能再见到徐长林，周秋香哪能说不？大石村另外一边的老陈家，娘啊，您找个大夫给我瞅瞅吧，我好疼啊！儿子呀，你忍忍就好了，咱们家也是穷啊，请大夫要钱的。陈有栓不敢相信，我是你儿子，你拿点钱给我治病都不舍得。门突然被推开，老大家的媳妇儿靠在门框上。娘可不止你一个儿子，钱都给你花了，你大哥和你几个侄子怎么办？你这小贱人，敢挑拨我娘，等我好了打死你！我可不是你媳妇儿，被你打的只能喝药，你也没个媳妇儿，要不要这子孙根也没事儿，干啥要花这冤枉钱？有栓发疯了，整个人要从炕上爬起来，下半身疼的他往地上栽倒，两腿之间再次受伤，疼的他只有出得起都没有进得起了。钱大丫喊了好几句都没有听到他回应，着急忙慌的去找老大，让他去请大夫。王大夫查看了一番，摇着头，本来就擦点药的事儿，你们这么一拖倒是更严重了，今儿个又受了这重的伤，更是狠了。我这儿就只能开药慢慢调养，能不能好我就说不准了。要不你们去镇上找大夫瞅瞅。一听这话，钱大丫就在地上撒泼了，一定要王大夫治好陈有栓。那大夫吓得赶紧跑了。钱大丫没法子，将他大儿媳妇一阵骂，上手正要打时，老大家的就提议去山上找周桂兰要银子治病。想到自己脸上被徐梅花打的伤，钱大丫就犹豫了。老大媳妇看不上自己这婆婆，可为了自己一家子就怂恿道：前几天咱不是不知道二弟这么严重吗？现在咱们去闹去李正家里，看他们能不赔钱。周桂兰捡了50个饺子，放在一个用几个碗装着的背篓里，背着大背篓，带着小奶包回到了娘家。看到饺子，周老太的脸色就沉了下来。又乱花钱了是不是？不过年不过节的吃饺子，银子烫手，存不住。知道他又是在心疼银子了，周桂兰立刻就应了一句：家里的肉是现成的，再不吃就得坏了。白面呢也是徐长林买来诚心用的，这不是没吃完就弄了。白面不能放到过年吃，眼瞅着就入冬了。你们有存粮，我可告诉你，到时候可别哭着回来找我，咱们家可没有粮食借你。周桂兰也懒得跟这个娘多说了，观念不一样，说了也白说。她立刻转移话题：娘，衣服您做的怎么样了？你以为娘长了几双手啊？就给长林做了一件外衣，其他的慢慢做。
还是娘能耐。那咱们接着给小天先做一身衣裳吧。徐长林有衣服穿。周桂兰说着，摸了把小奶包的头。这几天吃的好了，小奶包的脸色都好看了不少。我说的你都不听是不是？是你男人要紧还是后儿子要紧呢？当然是儿子要紧了。周桂兰立刻就回了一句：小奶包多可爱呀，他娘怎么就不喜欢呢？周老太太气得咬牙，不理自己这傻闺女。眼瞅着就要中午了，周桂兰也不等下去，带着小奶包就回了家。徐长林已经回来了，这回他可是扛了一头大野猪回来。看到那头野猪，周桂兰都震惊了。这才几天呢，徐长林竟然又带回一头野猪。为了奖励徐长林，他将背篓里那件新衣服拿了出来，递给徐长林。徐长林接过衣服，知道自己小媳妇儿这是心疼他，心里顿时舒畅了不少。明儿个一早我去镇上卖猪肉。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家里好多东西都要置办。能跟自己的小媳妇儿一起出去，徐长林是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想到自己小媳妇儿花钱的能耐，他心里就有些慌。周桂兰自然是不知晓他男人心里的想法，但是想到明天要去镇上，他整个人都轻快了。哎，对了，下午你给我娘挑几担柴过去，我娘在家帮咱们孵蛋，需要柴火。好。路上遇到不少大石村的人，看到他都绕道走。这人可是听说杀过人的，不能惹。徐长林对这些倒是没什么感觉，往周家挑了好几担柴火，将周家的柴房都放满了。周老太嘴上不说，心中是满意的。他每次挑柴都得往周秋香家经过，秋香坐在床上，从窗户看到他来来回回的身影，一直偷偷地瞄着，最后忍不住喊了他娘过来看。李秀英也是瞪大了眼睛，这样的女婿也太好了，还给老周家挑柴。最后也忍不住了，跑到周家，对着周老太太就是一阵夸。哎呦，还是弟妹你眼光好，你瞅瞅你选的女婿，人是一等一的好，有本事。周老太太心里也舒坦，哼，我瞧着他就是个好的。哎呀，你家里这柴火够了，我家可还没柴呀，他们老少都在地里扒拉着，咱们家柴火烧没了也没人看着。哎，这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去上山挑柴呀。周老太太不是个笨的，这话的意思她当然是听出来了。她是打心眼里不喜欢自己这个大嫂，一点便宜都要占。可她大哥毕竟对她家照顾得多，也不能这么没良心。大嫂家里没柴火了，就来我家拿一捆回去吧。心里暗骂徐梅花没良心，前几年她这么照顾他们家，这会儿让她女婿帮忙挑柴都不愿意。哎呀，就怕你们没柴火烧。李秀英说出去的话都带了刺，周老太当听不懂，乐呵呵的，哼，没了就让我儿子去山上砍呗。李秀英被气得回了家，顺带着抱走了一捆木柴。只是在看到周家柴房里满满的柴火时，又是一阵嫉妒，想着往后没柴火了，都来弟妹家拿。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周桂兰和徐长林就起了床。周桂兰一大早就背着小奶包去了周家，将还在睡觉的小奶包交给了老太太，跟老太太说了声要去镇上卖猪肉，就跑了。在镇上开辟出来摆地摊的地方，将东西都摆放好。这会儿天才亮，徐长林拿出自己的大刀，就开始分解那头野猪。两人正热火朝天的弄着，就见一个白衣男人走了过来，瞅见那头野猪就开口：哟，这是野猪肉？是，很新鲜的，马上就处理好了，你也来点不？这男人手上还带着一把折扇，头发用玉簪子别着，笑眯眯的，一副儒雅的模样。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小伙计，手上都提着篮子，看来是个大单子呀。先生，您要是买30斤以上，我们可以优惠。你为何知晓我会买很多？先生这一身行头，要么是大户人家的采买，要么是酒楼掌柜。相比之下，掌柜更有可能。白衣男子更是吃惊了。为何？您身后呀，跟着两个伙计呢。白衣男子一愣，随即忍不住笑了出来。是了，他怎么就将这个给忘了呢？这农村妇人也不一般呢。那两个伙计相互对视一眼，他们被人猜出来不奇怪，可是他们一向精明的少掌柜的，竟然是被人忽悠着，这可少见了。那你这野猪肉如何卖？当家的，这野猪肉怎么卖啊？一声当家的让徐长林心情舒畅。30斤以下10文，30斤以上8文，是不是贵了些？白衣男子忍不住追问了一句，可惜徐长林头都不抬，完全不给他讲价的余地。这男人真的很傲气呀，
或许这个男人真的不一般。先生，您是开酒楼的，野猪肉比家猪肉好吃，您心里门儿清。而且这野猪肉可不常见，买了回去做菜不会亏的。这女人虽然话语对他有恭敬，但是姿态上却没有比他矮上半分，看来也是个能耐的。你说的不错，可若是我买50斤，又是什么价呢？这回周桂兰也不等徐长林说话了，那就给您7文1斤。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就是再降价，这个女人也不会降价了，而那个男人更是不会跟他降价了。那就给我来50斤吧。徐长林手起刀落，切了好大一坨肉出来，一称竟然整50斤，这也太准了，竟然1斤都不多。那白衣男子数了钱，递给周桂兰：“我是天香楼掌柜白逸轩，若是下次有野味儿，可直接送去我们天香楼。”这运气简直好到爆啊！一来就做了这么一大笔买卖。白掌柜慢走啊，生意兴隆好啊，以后有机会多多合作。不到中午，他们就卖出去100多斤了。越是人多，来的客人也就越多，这肉卖起来也就越快。买野猪肉的人多了，买家猪肉的就少了。镇上几个屠夫生意惨淡，肉明显卖的没有平日多。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张屠夫，他提着杀猪刀就去找卖野猪肉的徐长林摊位前。都滚滚滚！哟，你们这肉卖的挺多的呀，咋的？卖肉也不跟我打声招呼？你是哪位？我是这儿的张屠夫，不认识我就敢在这儿卖肉？张屠夫满脸横肉，看着就是一脸凶相。说话的功夫，还将杀猪刀往周桂兰面前比划着。那寒光刺的周桂兰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他就怕他手一抖挨着他了，那还不得疼死？把刀拿开！那张屠夫被徐长林的气势吓到了，可他看了一眼徐长林的体型，都还没他胖呢，自个儿咋的也不能怕他。想想这卖肉生意都是靠抢的，没有能耐就卖不上。他要是这会儿怂了，往后这地方就全都给这个男人卖肉了。这么一想，张屠夫又起了胆气，一脚就踩在地上的野猪肉上，还使劲地转了转脚。我就不拿开，你能咋地？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就来卖肉？信不信我砍你全家？说着，他的杀猪刀就往周桂兰那边压下去。周围的人都是倒抽了一口凉气，这要是一刀下去，人指定就活不了了。你的刀最好能拿稳点，要是碰到我一下，我让你牢底坐穿。哎呦，我好怕，那我就试试，砍你一刀，能不能让我牢底坐穿？话音刚落，他就感觉肚子上一股大力袭来，他整个人就飞了出去，直到后背狠狠砸到一堵墙。一股巨力撞击之后，他闷哼一声，整个人就趴在了地上，浑身上下都是疼的。他想爬起来，浑身就像是散了架，动不了。徐长林收回踢出去的腿，转头看向周桂兰，问道：“媳妇儿，没事吧？”周桂兰还处于震惊之中，被他这么一问话才惊醒，连连摇头：“没事没事。这个男人简直太厉害了，就一脚就将那个张屠夫踢飞了，这还是人吗？难怪这么能打猎。”见自己媳妇没事，徐长林才对着震惊中的众人开口：“继续卖肉。”四周围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都是一阵后怕。之前他们买肉，徐长林没搭理他们，他们可是念叨了他好一会儿。这一脚要是踢到他们身上……周桂兰收敛了心神，再次扬起笑脸：“哎呀，我们继续卖肉了啊！剩下这些肉6文钱1斤，要买就快点了，马上就卖完了。”看了眼天色，他也不准备多留了，大手一挥就准备收摊子了。接下来又到了周桂兰买的时候了，先是去买了锄头铁锹，再买了一根扁担，再加上几副碗筷，接着就是大米，又来了50斤，白面再来20斤，再加上2斤白糖，还称了1斤糖果。看到有辣椒面卖，他更是激动的不行，急忙又是买了1斤，这才心满意足的和徐长林一起回家。至于这些东西，那自然都是在徐长林的背篓里，就这么一买东西，那就花了将近1两银子。今儿个卖猪肉的钱呢，花了7七8八，就剩下半两银子了。哎呀，钱真不经花呀。徐长林沉默了，
钱真的不够花。不过想到家里现在吃的喝的，他觉得小媳妇儿将钱都花在正道上。以往呢，他只要能塞饱肚子就成。自从小媳妇来了家里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日子是这么过的，往后还是得好好打猎。到了大石村，两人就直接去了他们娘家。一进屋子就撞见了周大海。妹夫好样的，往后打猎也带我一个。周桂兰和周大海打了声招呼，就钻进了周老太太的屋子里。一进屋子就见老太太正在做衣裳，小奶包耷拉着脑袋乖乖地坐在一边。瞅见周桂兰过来之后，抱住了周桂兰的腿。周老太太不乐意了，瞧你这意思，是我琢磨你了？娘，他还小呢，小时看老，以后就是个没良心的，你就宠着吧，有你后悔的时候。周桂兰坐到小奶包旁边，看着小奶包怯生生的模样，忍不住就亲了一口。这动作让老太太更是怒了，你不能生还是咋的？想亲自己的肚皮争点气？娘，这也不是一下子的事儿，你急啥呀？再说他现在是我儿子。对于老太太，周桂兰那是打心眼里知道她是为了自己个儿好，可老太太也不能这个态度对小奶包，毕竟往后她是要经常帮忙照顾小奶包的，总是这样会让小奶包有心理阴影的。周老太太手啪的一下就放到了炕桌上，脸上神情都不好看。咋的，还学会跟我顶嘴了？这是嫁了人就怕认我这个娘了？以往不说还不觉得，这会儿说出来，她回想这几日的事情，越想越不对，一双小眼睛就盯着周桂兰，上下仔细打量着。糟了！周桂兰心中警铃大作，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哎呀，我怎么就忘了？想到这儿，她急忙摆手：娘，我咋敢不认你啊？这不是我都嫁人了，总不能还跟在家时一个性子吧？再说我都在鬼门关前走一遭了，性子哪能是一点不变的？这话倒是让老太太想到自己小闺女之前撞墙的事情，心中也是难受，也再没心力再想起来的。你就是没出息，老娘把你养这么大容易，你咋还真不懂事还撞墙？只是烦了你了。这会儿周桂兰可不敢再多说话了，任由老太太骂她。老太太嘴里骂着，手上又拿了针线继续做衣裳。好一会儿，老太太收了针，将衣服往周桂兰身上一丢，做好了自个儿去试。说完，周桂兰拿了衣服就带着小奶包试了，有些偏大，不过想着娘应该是想让小奶包明年还能穿，故意做大的，心里也满意了。做了新衣裳，小奶包高兴的小脸都红了，又不敢大声笑，只能偷偷的低头咧嘴。周桂兰牵着他的小手出了屋子，就见徐长林将背篓的东西分了一半给老太太。老太太眉头皱得紧，你们买这干啥呀？今天赚的钱都花没了吧？一语中的。周桂兰缩了缩脖子，不敢应话。徐长林是个闷葫芦，也不敢应声，不会过日子。老太太下了结论，这是妹夫有本事，哪儿有人这么会打猎的？还是娘会看人。对于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老太太那是格外看重的。儿子都发话了，她也就不多说了，将这些东西都拿到了厨房。自己这个小闺女也是个孝顺的，从出嫁到现在就没少往家拿东西。回了屋子，她就拿了个篮子，捡了几块骨头往外走。哎，娘，你干啥去啊？给你大伯和三婶送点儿。说着就迈着小脚出去了。周桂兰默然了。周老太太能耐，性子强，可是也会为人处事。往日里有什么好东西，也都会给别家送点。也是往日里她会做人，要不前几年大旱，大伯家也不会接济他家。毕竟那时候谁家都拿不出多余的口粮，村子里还有人就这么饿死的。小天穿新衣裳了。小天用力的点了点头，精神。看了小天的新衣裳，再想到自己的新衣裳，回头看了看自己媳妇儿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衣裳，心中热乎乎的。下回给你做2身新衣裳。周桂兰将目光移到他身上，有些诧异，这男人还挺贴心。那我要好看的。好。要贵的。好啦，桂兰你也收敛点儿，别欺负我这老实的妹夫。要是他这哥哥知道今儿个白天徐长林那一脚踢飞张屠夫的事情，看他还会不会说徐长林老实的话。隔壁的邻居对着屋子里就是一声喊，桂兰，村长让你跟你男人去他家一趟呢。村长？周桂兰看向徐长林，又将目光移到周大海身上。这村长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周大海在外头应了一句，就来，我陪你们去村长家瞅瞅。周桂兰也点了点头，有周大海过去，要是有事儿还能有个照应。进到堂屋一看，周桂兰就明白为什么一村之长要喊他了，感情是陈有栓和钱大丫又要戳弄幺蛾子了。有根说。周大海一进来就喊了村长一句，周桂兰也跟着喊了一句。
倒是徐长林只是对他点了点头。村长王有根嗯了一声，目光就移到了徐长林的身上。这个人呢，总是让他心里觉得发毛。哎呀，村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旁边的钱大丫哀嚎了一声，就开始抹眼泪。都是我没用。儿啊，你命苦啊！对这拙劣的表演，周桂兰都要嗤之以鼻了。你倒是眼睛挤出几滴泪啊！敢打雷不下雨的。村长王有根咳嗽了一声，这才指着旁边几把椅子对他们三人道：先坐吧。周桂兰径直走到椅子前坐下，其他两人见状也纷纷坐下。既然这老陈家的要闹，他就奉陪到底。他周桂兰可不是怕事的人。老陈家的有啥事好好说，哭有啥用？王有根皱了眉头，提高了嗓音。钱大丫也听出来村长语气不好，抹了把完全没有的眼泪，就开始了：村长，你也知道我家有栓没了媳妇儿，我就想着再给他找一个，这不就看上了周家的桂兰。我家里啊，这一袋子苞米都给了徐梅花，她也答应了，我们这儿也准备迎亲。她倒好，把自己闺女嫁给这个猎户，这不是欺负人吗？周桂兰耐着性子听，就想看看这钱大丫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几回。你说咱村有过这事儿吗？这样的人还能在咱们村过下去吗？王有根点了点头，说定了的亲事就这么变了，也是不好的。两家也是要结仇的。见他的反应，钱大丫更是大喜。我儿子去山上找这丫头理论，就被他给打了子孙根，好几天也不见好。我们想去镇上看看，又没钱去找他，这死丫头还冤枉我儿子做贼。我儿子都40多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做过贼呀？这话说的王有根再次点了头。要是陈有栓真的是个偷鸡摸狗的，早就被人知道了，哪能等到这会儿？我们也不想闹他，就想找村长做主，让他出100两银子治好我儿子的子孙根，再帮他娶个媳妇儿，跟村子里的人说他是冤枉我儿子就成。钱大丫说的那叫一个委屈，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就要了5文钱呢。这是上次被他娘打怕了，现在换策略了。村长王有根转头看向周桂兰，问道：你咋想的？眼角余光看向徐长林，那人此时坐得笔直，面无表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周桂兰转头看向徐长林：当家的，你咋说？在外人面前，他当然是要给徐长林做足脸面的。你做主。上次钱大娘去我家闹腾过了，村里不少人也瞅见了，我还讲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想到还闹到有根叔这里来了，真是麻烦有根叔了。这事儿王有根之前也是听说了，他也是没想到钱大丫又跑来找他。这老周家的丫头倒是很会说话的，对他也是恭恭敬敬的。那是你们周家欺负我，你瞅瞅我这脸，都是你娘打的。钱大丫跳了起来，指了指自己还红肿的脸，就嚷嚷起来了。那气势强大的又将自己刚刚扮的柔弱通通丢到一边了。陈有栓连忙扯了扯他娘的衣袖，钱大丫这才意识过来，脸上神情又变得可怜起来。村长还在这儿呢，村里的事儿总不能谁打谁说了算吧？村长，你可得为我们家有栓讨个公道呀！王有根皱了皱眉，这钱大丫也太能咋呼了。对于钱大丫的变脸，周桂兰看的是连连称奇。真是神奇了，这变脸比翻书还快呢。你这有理，之前还去我们家闹腾啥？先来有根叔家把这件事情掰扯清楚不就得了？这话听在村长耳朵里，那就全然是变了味儿了。这钱大丫在村里是个能耐的，平日里都是他欺压着别家，也没见他找过自己讨公道，这回吃了亏才想到他，这是拿他当枪使呢。周桂兰眼睛虽然盯着钱大丫，可是眼角余光一直放在村长脸上，看到他神色的变化，看来自己这话里的意思村长是全都领悟了呀。一旁的周大海这是头一回见识到自家妹子能耐，惊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想着接下来怎么接话。这死丫头啊，跟她那个死鬼娘一样难缠。说那些没用，我的子孙根都被你伤了，你咋赔？陈有栓眼见自己娘不说话了，立刻就接了话茬。周桂兰忍不住勾唇一笑，果然余光里村长脸色更是阴沉了几分。毕竟一村之长最在意的就是别人对自己的尊重。陈有栓刚刚那话不就是说村长无所谓？对，
你说我儿子的子孙根是不是你打伤的？是啊，我之前就承认了。周桂兰丝毫没有犹豫。村长，你听到了吧？他都承认了，快让他赔钱！钱大丫大喜，也顾不得自己的伪装了，转头就对村长嚷嚷着：“你咋不问问是啥缘由？”周大海忍不住帮腔了。钱大丫可是志得意满，啥缘由也是他打的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说我儿子是去做贼，你凭啥呀？周大海被他问得哑口无言，对这事儿他压根儿不了解，就之前听他娘说了一嘴。可是他打心底，他就觉得自己的小妹肯定是没有什么错的。一旁的徐长林倒是开口了：“你妹不需要帮忙。”周桂兰撇了撇嘴：“这人还真是熟悉，这些事儿都推到我头上了。虽然我确实不需要帮忙。”好了，别吵吵。村长不耐烦地对着钱大丫吼了一句，眉头也皱了起来。这个老婆子咋这么麻烦？周家丫头，你说说咋回事？我娘在我出嫁之前就已经去老陈家退亲了，还把苞米还给他家。我娘也是舍不得我后来被打，这才退的亲。这会儿瞅着得亏我娘退亲了。你这是啥话？感情你们家退亲还有理了？哼，要是其他人家被退亲了，那自然是我们家不对。可是跟你们家退亲，那就是再好不过了。陈有栓第一个媳妇儿可是被他打得受不住，喝了药死的。你们还想祸害别人？再往后，这村里的人还想不想从外头娶媳妇儿了？闻言，村长的脸色也是一变。他家2个儿子都大了，这2年就要说媳妇儿的事情了。要是因着陈有栓说不着媳妇儿，那就不得了。那是他自己喝药死的，关我啥事儿？陈有栓脸色难看地回了一句：“他娘一直都说女人是赔钱货，生来就是伺候男人的。他对女人那是打心底里瞧不上。娶了媳妇儿之后，一不顺心就对他打骂，谁能想到他喝了药？哼，你这话就没良心了。你媳妇儿当年可总是顶着一脸伤去做事儿，你就在家里躺着，这些村子里的人可都知道。你在有根叔面前还想抵赖？这老陈家的就真的不是什么好人，说起来已经害死了2个女人了，包括他这身体里的原主。要是子孙根真坏了，那更好，也免得再祸害其他女人。”村长心里也是赞同周桂兰的话，村里男人都打媳妇儿，可是没人像陈有栓这样不拿媳妇儿当人的。当年那女人死了，他娘家还来村里打架，也是被他挡了回去的。这老陈家呀，真是麻烦。至于你说的子孙根，那你敢说你去我家是干啥的吗？周桂兰语气突然严厉，对着陈有栓怒喝道。陈有栓眼神闪烁，但还是梗着脖子怒喝道：“我就是去找你问事儿，你打的。我咋打的？有木枕头，你床上的枕头。”说到这个，陈有栓脸上就全都是恨意。这个小蹄子敢打他，等他好了一定要睡了这个女人，再将她弄残。哼，我们好好说着话，我转身回屋拿了床上的枕头来打你。这么长时间你不会躲，你个大老爷们等着我打？有胆子做没胆子说，孬种！这话一出，徐长林看向陈有栓的眼神都变了。这人竟然敢打他小媳妇儿的主意，他都没碰他小媳妇儿。周大海脸色也难看了。作为一个大男人，话说到这个份上，他还能不懂？随即又看到站在屋子中间的周桂兰，一阵心疼。这个妹子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心里得多难受。村长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了，他之前可没往这边上想。上回你当着大家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这会儿咋还骗人了？语气里已经都是着急了。我一个新媳妇儿，敢当着村里的人说这事儿，虽然他没得手，可指不定外头的人怎么传。我要不是被你们逼着要50两银子，我能当着我男人的面说这事儿？这会儿说出这种事情，那是因为这屋子里除了钱大丫和陈有栓，也就村长一个是外人，他根本不怕被传出去，所以才说了出来。要是不说的话，这老陈家的还拿他当好拿捏的呢，弄不好下回还来这一出。村长的脸色已经铁青了，在他的村子里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这要是传出去，他的老脸还往哪儿搁？还有他2个儿子以后还怎么说媳妇儿？村长啊，你别听这贱人瞎说，我家有栓咋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不想赔钱。钱大丫急忙对着村长解释，他就是胡说八道，往我身上抹黑。好了，她一个女人能拿这事儿给自己抹黑？这一嗓子让母子2人都吓着了。村长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口气也更差了。你自个儿回去治吧，往后别到我跟前来嚷嚷了，这事儿往后不准传出去。我要是听到一点风声，你们老陈家
就别想在大石村待下去了。这事儿总算是完了，往后钱大丫和陈有栓应该也不敢再拿这事儿烦他，这样就好。村长看向周桂兰，见他低着头，知道他心中不好受，想安抚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转头看向周大海，带你妹回去，好好劝劝。周大海急忙点头，刚要起身，旁边的徐长林已经站了起来，走到周桂兰面前，伸手就搂住了周桂兰的肩膀，往外走。感受到肩膀上的温度，周桂兰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不过也还是顺着他离开了。周大海急忙跟在身后，出了村长家的院门，见自家妹子一直低着头，就快走了几步，想开口安慰她几句，就听到周桂兰的声音传来：“哎呀，可憋死我了！”转眼就见周桂兰抬起头，一把将徐长林的手扒开，大口喘了气，脸上都是笑意。没事啦。周大海吃惊地张大了嘴，脑子转不过来了。桂兰，你不难受？周大海结结巴巴地问道。干啥要难过？他不是被收拾了？可你刚刚……周大海说一半就被打断了。哎，演戏而已，谁不会啊？再说了，我可是咱娘的闺女。等天黑了，徐长林确定周桂兰睡着之后，快步下山。老陈家，陈有栓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今儿个他算是里子面子都丢光了，这都是周桂兰那个小贱人的错，还有他娘竟然是准备1文钱都不为他掏，就让他这么拖着。老太婆，等他老了看他会不会养他。还有他哥和嫂子不给他钱，还说他往后能不能娶到媳妇儿就看他自己个儿了，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等他好了之后，他要让他们后悔一辈子。正想着，就听到窗户打开的声音，转过头看去，发现床边竟然有一个黑影，他吓得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别过来，不然我喊了。薛长林也不说话，抬腿一脚就踩在了陈有栓两腿之间，钻心的剧痛袭来。陈有栓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整个人在床上缩成了一团。屋子外面已经有了动静，徐长林几个跨步消失在夜色之中。钱大丫冲进自己儿子的屋子里，就看到陈有栓在床上缩成一团，惊呼道：“哎呀，有栓呐，你咋了？”说着快步走过去，就见陈有栓2只手捂着自己2腿间，脸色一片惨白。哎呦，我的儿啊，你这是咋了？可别吓娘啊！陈有栓痛得冷汗都出来了，话都说不出来，大口的抽着冷气。钱大丫心中挣扎了一番，到底还是儿子重要一些，急忙去了大儿子陈铁栓房间敲门。听到声音，老大陈铁栓就要起身。起来干啥？你听到你那个好弟弟在喊，娘铁定是让你去请大夫的，又要花钱。毕竟是我亲弟，你咋不想想你媳妇儿子？反正死不了，也治不好，就让他疼着呗。怕还没打消他的念头，又补消了一句：“你要是敢去请大夫，我就带着儿子闺女回娘家。”陈铁栓咬了咬牙，又躺了下来，拿着被子盖住头，当作没听到。钱大丫喊了好几句都没有得到回应，也就明白自己这大儿子是不想花钱了，心中也是一阵的难受。可到底这往后还是得靠大儿子的，只能又转身去照顾陈有栓了。徐长林踩着夜色一步一步往家走，心中惦记着自己的小媳妇儿。那陈有栓这一阵闹腾，小媳妇儿对这事情肯定是怕了，这段日子他还是得先忍着，等小媳妇儿好了才能睡。想到这儿，心里又升腾起一股邪火，都是那陈有栓的错，要不是他呀，他早就能睡到自己的媳妇儿了。刚刚那一脚太轻了。接下来的1个月，他继续倒腾他的养殖大业。周老太太帮着他孵出10几只小鸡，其余的蛋都废了，虽然可惜，但毕竟是秋天了，也不容易，他也满足了。往鸡窝里弄了一些草，就怕小鸡给冻着。那些小鸡一天天的也长大不少。周桂兰慢慢的也将蚯蚓处理了，和着苞米一起喂鸡。屋子后头的菜地也长起来不少的菜，每天吃的东西也多了。小奶包的身上总算是有些肉了。一大早，周桂兰就带着小奶包去了老太太的屋子里。老太太正在帮他们做鞋子，周桂兰就笑眯眯的坐到旁边，对着老太太就竖起了拇指。娘，你这手艺没得说。老太太没好脸色，你就知道找我帮你干活，赶紧自己学了，我还得给你哥找媳妇儿呢，哪能总帮你？娘，我想着来年养2头猪，你帮我留意留意，要是谁家有猪仔卖，你就跟我说一声啊。老太太在村里是很吃得开的，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她可都知道，跟她说呀那是最方便的。听着自己这闺女的话，老太太这眼神又提溜了，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还有钱买猪仔了？这不是听娘您的，我们家没有田地，就只能多养养鸡鸭的。听着这话，老太太一颗心也松了下来。这1个月
他可是帮着自己这闺女做了不少的衣裳，还有鞋子，就连铺盖都换了新的。自己家闺女家里可是养了10几只鸡了，日子呀是越过越好了。徐长林呢，咋的没跟着你来啊？他又进山了，我也没瞧着他。周桂兰说着，心中有些不得劲儿。这1个月，徐长林倒是经常往林子里钻，好似在躲着他。要不是每天他拿出不少猎物回来，他都要疑心他是不是去找别的女人了。老太太一眼就瞧出他的心思，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男人会干活还不乐意，这天都转凉了，他不多打东西，到天冷了你们喝西北风去。过了年呐，你哥就25了，就是老光棍儿，娘是一定要给他说门亲事的，你攒点钱，到时候帮衬一下家里。周桂兰拍了拍自己的衣裳，跟老太太打了声招呼，背着背篓又往山上走。经过大伯家时，就看到周秋香坐在窗外张望着，见他身边没有某个男人的背影，脸上都是失望。长林哥没跟你一块来啊？哟呵，周秋香可是难得跟他说一句话呀。周桂兰笑眯眯道：啊，他去山上打猎了，说是想年前再给我做身新衣裳。周秋香脸色一变，小样，还敢惦记我男人？想要惦记啊，也得等我跟徐长林和离了再说。小奶包奶声奶气地问周桂兰：爹去哪儿了？小天好久没见到爹爹了。这一个问题让周桂兰一阵心酸。哎呀，这小奶包可委屈了，爹是为了能让我们过好这个冬天在努力呢，等天冷了爹就回来了。小天要是想爹呢，等晚上爹回来了，娘叫醒小天，怎么样？小奶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母子2人回到山上，看了看天色，还早，他就带着小奶包，背着背篓，拿着小锄头出去挖野草。在附近挖了黄竹草和甜橡草，丢进背篓里，这些可都是伴着蚯蚓和粮食一起喂鸡吃的。小奶包也学着他挖这2种草，2人挖了好一会儿。周桂兰发现旁边的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抓起一把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眼睛一亮，这竟然是膨润土，这可是好东西，能让鸡增重1成到1成5啊！周桂兰抓了好几把土往自己的背篓里放，旁边的小奶包双眼紧紧地盯着周桂兰。娘，我不会是疯了？周桂兰觉得差不多了，才在小奶包惊恐的眼神里收了手，带着小奶包往家里去了。拿了一把破刀，将这些草都切碎，再拌了土，将漂在水里的蚯蚓捞了起来，放在专门的一口破锅里煮了，拿出来磨成粉，拌在一起，再拿去喂鸡和鹌鹑。看着自己养的这些鸡和鹌鹑，他满足感十足。自从发现这些草之后，就没怎么用粮食喂它们，可它们长得比别人家的鸡还快。母鸡和鹌鹑每天都下蛋，他每天都给大家煮蛋吃。虽然没怎么见到徐长林，可每天给他留的蛋他都吃掉了。中午他拿了一只没卖的兔子，剁碎了就用水焯了，去了血水，捞起来下油，把辣椒面、八角、桂皮等香料都下了锅，这才将兔肉丢到锅里。没一会儿香味儿就飘出来了，加盐，将兔肉炒熟之后撒了一些芝麻，香味儿立刻就飘了出来。在一旁自己玩的小奶包偷偷咽了口口水，迈着小短腿就跑到灶台边上了，看着锅里的兔肉，口水更多了。娘做的菜太好吃了。看他这馋样，周桂兰忍不住想笑。他还是快速起锅，将兔肉装盘，加了一个兔丁给小奶包。小奶包一口就咬了下去，那股香味和辣味在嘴里飘荡着，他都不怕烫了，小小的牙就嘎嘣嘎嘣地咬了起来。看他吃得这么香，周桂兰心里也高兴。爹！周桂兰抬头看去，就见徐长林手里抓着2只野鸡，1只兔子回来了，站定在周桂兰面前，对着周桂兰道：辛苦了。周桂兰嗯了一声，回了他一句：你也辛苦了。这些日子徐长林早出晚归，每天他都只能看到家里的猎物不断增加，第2天好像又没了。晚上能感受到身边有人，早上醒来就没看到，只有换下来的脏衣服。他知道徐长林这是整天在打猎呢，确实辛苦，赶紧去洗洗休息吧。周桂兰提醒了徐长林一句，隔得近了，他都能闻到徐长林身上的汗臭味了。徐长林站在一旁仔细搓洗身子，周桂兰往灶眼里塞了柴火，就开始蒸米饭。正煮饭，就听到小奶包惊呼了一声，周桂兰急忙看过去，一眼就瞅见徐长林后背上布满的抓痕。这是怎么了？周桂兰也是忍不住惊呼，那血痕看着就疼。
撞着3只熊瞎子。徐长林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就不在意，继续搓洗自己的身子。3只熊瞎，哪怕不是打猎的人，周桂兰也知道熊瞎子有多可怕，他竟然同时遇见3只，那情况得多凶险。熊瞎子是啥？小奶包疑惑地看着自个儿强大的爹，开口问道：猛兽。爹也打不过吗？爹逃了。回答的云淡风轻，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单单从那伤痕就明白当时的情况是有多危急。一家子在时隔1个月之后终于坐在一起吃了午饭，爹娘都在，小奶包吃饭都香甜了。徐长林扒了几口饭菜，才填饱了饿得空荡荡的肚子。还是小媳妇儿做的饭菜好吃。我们这几日就起房子吧。徐长林缓过劲儿来了，就开口道。周桂兰手上动作一顿，有些不敢相信他说的话。起房子可不是随意就能起的。虽然之前他提议要起房子，可钱他们还没攒够呢。他手里这段日子买粮食买布只剩下3两多银子了。你手里有银子？周桂兰忍不住问了一句。徐长林放下碗筷，起身去了床边，蹲下身子，在床底下捣鼓了一下，从里头掏出一个钱袋子，快步走了出来，交给周桂兰，这才坐下大口地扒着饭。从桌上拿起钱袋子，打开一看，周桂兰差点被闪瞎眼，这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碎银子。她不敢置信地看向徐长林：你咋有这么多银子？不会是去打劫了吧？徐长林在扒拉饭的空闲时回了一句：打猎得的。周桂兰细细数了一遍，竟然有9两银子，再加上他这里的3两银子，那就是12两了。巨款啊！这个还真够建造一个石头房子的。他的脸上是藏不住的喜色。难道这1个月徐长林一直都在山里打猎，就是为了攒钱造新房子？周桂兰有些愧疚，往后别这么拼命了，不能让你们冻着。听到这里，周桂兰脑子里就回想起那日她在翻地时说的话，顿时心里酸胀胀的。我就是这么一说，要是不行，咱们冬天多用炉子呗。周桂兰心里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觉，只是闷闷的来了一句：有炕好点。这话让周桂兰的心里更是翻腾着。她是想造个房子，可也没让她这1个月都猫在山里啊。再想到徐长林背后的抓痕，他这心里更是不好受。原来都是因为他那句话，才让他受这么严重的伤。若是他当时没逃走，是不是？熊瞎子可是在林子碎里头，他遇到这么多熊瞎子，那肯定是进了深山了。以后不许再进深山了，听到没？他这是在关心他，心情莫名的就欢快了。好。见他应得这么随意，周桂兰心中不得劲儿，怕他没有放在心上，恶狠狠道：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就带着小天改嫁，还要带着你拿命换来的钱给别的男人花。你儿子要叫别人爹。这句话果然是让徐长林皱起了眉头。他还没睡到的小媳妇儿要被其他男人睡，不行，他儿子也不能喊别人爹。我不许。哼，你命都没了，不许啥？谁打了一个死人？这话让徐长林心里更不舒坦了。一想到其他男人睡他小媳妇儿，还有霸占他儿子，他心里的怒火就蹭蹭往上涨。要是那男人在他面前，他一定拿刀将那男人砍死了。我周桂兰说到做到，你前脚死，我后脚就带着儿子改嫁。不信你试试。哼，我一个21世纪的人还制服不了一个落后时代的男人了。小奶包茫然地看着自己生气的爹爹，再看看脸色不对的娘，心里不安。爹娘是生气了？是小天不乖吗？娘好像说要改嫁，是要离开这个家吗？委屈巴巴地问周桂兰：娘不要爹了吗？不要天天了吗？周桂兰手一颤，看过去就见小奶包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哎呦，她的心呐，简直要碎了。小天乖，娘没有这么说，娘不会离开小天的。你娘要带着你离开爹。徐长林一本正经地应了一句，小奶包眼眶更红了，憋着眼泪。周桂兰的心酸的不行，狠狠地瞪了徐长林一眼。这个男人太过分了，竟然利用小天。说好的大男子主义呢，竟然利用小孩子。呸！还要小天喊别的男人爹。小天不要离开爹。乖，咱们不离开爹啊。小天别哭，娘要心疼了。一旁的徐长林听到周桂兰这话，心满意足了，继续追加了一句：我要是死了，你要为我守寡。周桂兰心里一口气不上不下的，差点就对着男人破口大骂了。可一看到小天的眼神，她只能咬牙切齿道：好，你死了我为你守寡。这个死男人竟然还拿小奶包威胁我，守寡你个大头鬼！
他这是恨不得自己早死。被他这么安抚着，又明白他这是不离开他和爹了，小奶包总算是不难过，泪珠子也被他憋了回去。小天要乖乖的，不能惹娘不高兴。同样得了保证的某男人满足了，继续端着碗吃着饭。周桂兰简直就想咬死他了。平日里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根本就不老实，都是假象，他切开心肯定是黑的。睡足了午觉，周桂兰起床时，徐长林还是没醒。他又做了一堆事，再回来就见徐长林还是没醒。想到他的辛苦，他决定将他带回来的野鸡炖鸡汤给他补一补。小奶包都起来了，徐长林还是在睡着。看到鸡汤都煨好，周桂兰盛了一碗给小奶包，小奶包喝得香喷喷的。周桂兰又拿了汤碗，盛了好大一碗鸡汤放在篮子里，准备送给自己娘和大哥尝一尝。她进了屋子，就听到厨房的声音，带着小奶包进了厨房，一眼就看到老太太正在做饭。你咋又回来了？这要是别人听见她的话，肯定是觉得她这是嫌弃来人了。不过周桂兰是了解她这个娘的，反正她脸皮厚，无所谓。娘，我家煨鸡汤了，给你跟我哥送一碗。长林回来了，在屋子里睡着呢，这会儿还没醒。你一会儿啊，去后院扯点韭菜回去，给他炒个鸡蛋吃。他也该补补了，咋的也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周桂兰也不拒绝，顺嘴就把自己想造新房子的事情跟周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听了之后暗自咂舌，这女婿还真能耐，竟然是能造房子了。这会儿啊，地里也没啥事儿了，到时候我让你哥去帮你，改明儿我去一趟你大伯家，让你几个堂哥去帮帮你，我再瞅瞅啊，给你叫2个村子里的人。不等周桂兰开口，老太太就已经将这事儿都想好了。周桂兰放下心来，跟老太太说了，就带着小奶包回山上，顺手扯了一大把韭菜回去。饭差不多熟了的时候，周大海就回来了。吃着饭，周老太太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了。周大海也是咂舌，我这妹夫能打猎，可不比家里有田地的差。总归是没田地的。周老太太心里挂着事儿，庄稼人都是在地里刨食，也就农闲了去打猎补贴补贴。光打猎总是不稳当的，也是个危险的事情。我妹子要是嫁了庄稼汉，咱们也不能3不5时的就沾沾肉腥啊。周大海舀了一口鸡汤，喝了一口，忍不住感叹道：上回跟着徐长林去打了猎，他可就对自己这妹夫佩服的不行。而且周桂兰只要家里做了好吃的，总会送下些来。我想着说呀，等你过年了说亲，就让你妹子帮衬帮衬。他要造屋子可就没钱了，你这亲事可咋整啊？老太太难得露出愁容，儿子的亲事是她一块心病。没事儿，娘，前几年是地里没收成，今年好了，能说着媳妇儿的。周大海安抚了自己娘一声，就继续吃自己的饭去了。村子里，大伯周大山坐在炕上，你妹子这事儿我应下了，你堂哥啥时候都有功夫。村里帮忙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建房子这样的大事。一旁的李秀英脸色却是有些不好看了。这一造房子谁知晓多久，田地里的活都不用干了，找他们帮忙就拿了2颗白菜，也亏得他们说得出口。大海得了大伯的话，也就不多做，起身就走了。你咋啥事都答应？都是嫁出去的姑娘了，咋的还要咱们帮忙建房子？咋的也是咱们老周家的丫头，建房子是大事儿，就帮把手吧，他爹也不在了。李秀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就你那2个短命的弟弟都死了，咱家呀就帮着帮着，前几年自己都吃不饱了，你还要帮着他们2大家子，咱家可不宽裕，咋啥事儿你都要帮衬呢？那咋整？二山留下儿子闺女的，我能不管？小山也就留下这么一个弟妹，也没个后，我能不帮衬帮衬3弟妹？周大山脸色也不好看了，他就这2个弟弟，二弟10几年前没了，也就他这2弟妹徐莲花能耐，一家子都得饿死，他这大哥的总得帮衬帮衬吧。至于3弟妹，他刚进门就没了男人，他能咋的？让他饿死？你就是有理，你就帮着你们家老周家，你怎么不帮衬帮衬我娘家呀？你瞅瞅你2弟家，他闺女都能造新屋子，那是有钱的，还要你帮衬？还有你那3弟妹整日里勾引男人，有的是男人养，还要你送粮食？行了，别嚷嚷了，吃桂兰丫头送来的肉食你咋不说？周大山也是恼火，为这事儿老婆子那是没少跟他闹腾。这1个月周桂兰家吃肉就会送给周老太太，
老太太就会往周大山家送些，所以他们也是吃了不少。就刚刚周大海过来，还带了半碗鸡汤，里头有不少的鸡肉。这些年我们照顾他们这么多，送点汤给咱们不是应该的？要去帮忙你就自个儿去，我3个儿子就剩下2强跟3强了，咋说也不能累着。而屋子里静养的周秋香可是一一将这些话听见了，其他的他倒是没理会，就听着徐长林要造新屋子了。凭什么周桂兰能有这么好的男人？之前他动了心思，腿好了之后去了山上一趟，远远的他娘就瞅见那破屋子，就带着他下山了。他娘还一直说一看就是穷酸的，大概是看他去了做了一顿好饭，让他离他们远一点。他回去琢磨了，虽说徐长林不错，可这么穷他也不想受苦，往后还是得嫁到镇上，之后就没再去了。哪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造新屋子了，他差点咬碎银牙，暗暗琢磨不能让他们这么好过。第二天一早去池塘洗衣服时，就见到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笑眯眯地问他是不是要造新房子了，还说自家男人到时候会去帮忙。周桂兰一一答应了，心中也高兴。等约定好开工那一天，来山上的就只有周大山加上周大海，还有2强3强。周老太太那是过来烧火的，至于村子里其他人，那是一个来的都没有。看着这几个人，一向脾气好的周大海脸色都不好看了。这些人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咋这会儿全部来了？他往日里可是去别家帮了不少工的，喊他们的时候一个个答应的都好好的，现在来打他脸了。周老太太也气着，这是欺负咱们的。周大山也是皱了眉头，我再去村里喊喊人，咱们几个要做到啥时候？算了，既然没来，那就说明他们是不想来。大伯，你别去了。那咋办？咱们就这几个人。周大海也是忧心，他们这几个人得忙到什么时候？我去把你几个姐夫都叫来。说着就要下山，这好好的事情变成这样，他也没脸。这会儿不来，那不是不给他儿子脸面？毕竟这事儿可是他儿子出去喊的。娘，不用那么麻烦，让我哥去附近的村子请人，我一天给10个铜板。周桂兰咬着牙，也是下了狠心了。众人一听都着急了，村里哪家建房子都是找人帮忙的，也就管3顿饭，谁家出钱找人建房子的？你家钱大水打来的呀！徐梅花也是着急了。周桂兰看了看在场的人，都是和她亲近的，就这么几个人，累死累活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建完房子，我们就建个2室的小房子，剩下的以后再说。周桂兰想到自己兜里的钱，还是做了决定。原本她和徐长林是准备做院子，建2间大屋子的，若是要工钱，那定是做不下来了。没钱那就少做一点，够他们一下子过个冬就行。等来年他的养殖大业彻底建起来，再去做大屋子。就按他说的办吧。徐长林也开口了，对他来说怎样都无所谓，他对这些没有什么要求。周大山沉默了一会儿，就按桂兰丫头的想法做。作为这里资历最老的人，他的话就是一锤定音了。周大海快速下山，去附近村子叫了人，其他几个男人开始挖土做规划。这事儿啊，我看有人搞鬼。周老太太下了结论。周桂兰也觉得事情不对头，哪儿就能有这么巧的？喊的10几家人咋全部来了？我来到这儿就只得罪了一家人。周桂兰将目光怀疑到了陈有栓一家人身上。周老太太恨得牙痒痒，上回没打怕他，要再让我抓住由头啊，我就把钱大丫往死里打。看着老太太这股彪悍劲儿，周桂兰心中也舒服了不少。娘，你也别往心里去，左右我也不想和村里人多打交道，这回这样更好，也省得欠了人情，往后还得还。我们住山上，徐长林也是能打猎的，我们不愁吃喝，至于种粮食，山里有的是地方。哎，也是，欠下的人情都是要还的，你就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得了。我瞅你这小日子过得也不错了，养了这么多鸡和这鹌鹑，这羊啊养的也不错。今儿个一瞅，小闺女这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了，比村里那些有田有地的过得还要好。那是，往后我要做一排的屋子，全部养满鸡鸭，气死那些眼红的。周桂兰斗志昂扬，这段时间光鸡蛋她都快攒了快20个了。自从吃了蚯蚓，他家鸡天天下蛋，个头也大。至于那10几只小鸡，也是长得快像2个月的鸡了。养那么多鸡，也不怕被黄鼠狼叼走了。周老太太看了看四周的环境，也是担忧。这山里就这么一户人家，也不晓得会不会有野兽。要我说呀，你还是把屋子造进村里得了，咱们还能有个照应。这几天他也是劝了这小闺女了，奈何他这小闺女自打嫁了人，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轴得很。这儿多好呀，也没人来，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也不遭人惦记。周桂兰毫不在意地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她就腻歪村子里那些事情，在山上正好。娘，这是我自己配的鸡食，不用粮食，鸡长得还快，每天1个蛋，
你唬我，咋能有这好事儿？鸡还能不吃粮食下蛋？老太太那是一点都不信。庄稼人就指望着鸡屁股换钱买盐拖布家用的，老母鸡伺候的好了，哪能不换点银钱？他都活了50多了，也没听说过鸡不吃粮食的。我干啥唬你啊？你瞅瞅我家鸡，长得是不是比别家好？老太太仔细瞅着这些吃得欢实的鸡，毛发油光水亮的，小鸡长得个头也大，瞅着就好。心里也琢磨着自己小闺女的话，要真是不给粮食就能养鸡，那她得白挣多少鸡蛋，还愁她儿子娶不到媳妇儿。给我点儿，回头啊，我给咱家鸡也喂着试试。老太太到底还是有些不相信，可心里也不舍得就这么不管。周桂兰应了一声，喂完了鸡，给他们继续做饭。做的第一个菜就是干煸兔肉。看着他呼啦啦往锅里倒油，老太太那叫一个心疼啊，一直说少放点少放点。周桂兰嘴里应着，手可不停，气得老太太差点给他一巴掌。又见着他往锅里放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又开始念叨，哎呀，做个兔子弄这么多戏法，5点盐煮了不就行了？要不怎么是我做的菜香呢？娘，你不也喜欢我做的菜吗？你放着老鼻子油能不香？这可是糟蹋东西哟。老太太脸上都心疼，可周桂兰拿着锅铲，她只能站在旁边干着急。旁边干活的几个男人闻着这香味儿，纷纷看了过来。性子最急躁的三强扯着嗓子就问了：桂兰妹子，你做啥呢？咋这香？这怕不是做山珍海味哟。二强也抽了抽鼻子，咽了口口水，这香的味儿把他馋虫都勾起来了，他哪里还有力气做事儿？周大山瞪了2个儿子一眼，愣着干啥？赶紧干活，这饭菜太香了，我都饿了。周大山觉得自己这老脸都被这3个儿子丢尽了，语气也不好，就想着吃，不干活能有吃的，赶紧把这地儿弄完。娘，妹子，人我请来了。那些人走近了，也是闻到香味，纷纷耸动着鼻子，想多闻几下。他们可从来都没闻到这么香的味儿啊！吃起来得是啥滋味？越想，他们的口水就越往外冒。几个人连忙迎了上来。周桂兰笑着道：“你们先忙着，一会儿就能吃午饭了。”那几个壮实汉子一听快开饭了，心里也痛快，急忙应了一声，就去帮着打地基了。你咋喊了这么多人过来？这一天得多少工钱？这不是地里没活吗？我一说是一天10个铜板，他们呼啦啦就把我围住了，我也就一块带过来，人多早点完嘛。那你就不会说8个铜板一天？这么多人来了，吃啥喝啥呀？老太太训斥着自己这老实巴交的儿子，咋这时辰看着人多，咋就不会少说两？那不是能给自己闺女省不少？周大海也是一愣，倒是没想到这一茬。哎呀，我徐梅花这么机灵的人，咋养出你这么个不会变通的玩意儿？还不是随了我爹。赶紧干活去，别让那些人偷了。等老太太回头一看，好嘛，就见周桂兰又死命的往锅里放油。哎呀，我来做饭。哎，别，娘，你歇着，我自个儿做饭就成。哎呀，你不会做，我来。这么多人呢，得炒多少菜啊？你一边招呼着喝水去。老太太往灶台中间挤，周桂兰拿着锅铲围着灶台打转，就是不把锅铲给老太太。旁边站着一个小包子，还以为2个人是在玩，拍着小手笑得开心。那笑声才把周老太太注意力拉过去。这孩子莫不是个傻的吧？娘，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外孙。周桂兰不乐意了，他家小包子这么聪明，怎么能是个傻的呢？又不是你生的，咋就是我外孙了？我外孙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周桂兰也不跟他多话，锅里油都热了，急忙下了大白菜下去炒。为了能让开工饭看着好，周桂兰那是憋了一股劲儿，把屋子里腌的鸡肉也拿了出来，炖了一大锅鸡汤，还放了不少的红枣，香味直往外飘。到了中午吃饭，那些人围在桌子前，看着桌子上的干煸兔肉、红烧肉、大白馒头，还有鸡汤，外带其他的菜，他们都震惊了。他们就是大过年的，也没有这么好的饭菜呀，就是去地主家做帮工，也没有这么多的油水，更别说是肉了。周桂兰让徐长林说话，徐长林直接给了2个字：吃饭。得了指令的众人对准那些肉就夹了过去，吃进嘴里，味道好的让他们都舍不得吞下去。哎呀，原来饭菜还能这样好吃，这个工作的就冲着这饭菜他们都甘心帮忙啊，就是没有工钱他们也得抢着做。见他们狼吞虎咽的，周老太太满脸的心疼，这都是钱呐，都是油啊，这败家娘们儿。吃完饭，众人都不休息，撸着膀子就开干了，热情高涨。山脚下池塘边，几个女人一边洗着衣服一边闲聊。哎呀，听说桂兰他们家今儿造新屋子了，
也不知道谁下去帮工了。还能有谁呀？他自己兄弟呗。我当家是不去的，谁知道那个猎户会不会盯上我男人把他杀了？那我们哭都没地儿去。就是一个杀人犯就不该让他来我们山上住着。我听说呀，他在别的地方杀了好几个人才逃过来的。要不怎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那桂兰也不是个好的，他呀可是硬生生把陈有栓的子孙根给弄废了。我听说呀，陈有栓都不是男人了。哎，你说他们哪儿来的银子造新屋子？怕不是杀人夺来的脏银子哟。我想也是，我听说之前呢是周桂兰勾引的陈有栓，到后来看着那个猎户年轻有本事，就把陈有栓踹了，也不知道跟陈有栓睡了没有。一群人越说越邪乎，到最后纷纷赌咒发誓，不跟那一家子有任何关系。这些事情周家人是不知道的。一天转眼就过去，晚饭又是一顿好的。周桂兰是卯足了劲儿，让那些反悔的人家后悔。又是一顿好菜，最后还给每个人带了2个白面馒头回家，当天结算了工钱。周大山家，周大山带着2强3强拿了6个馒头回来，李秀英惊得2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咋的还有馒头啊？娘，我们今儿吃的可好了，全是肉和大米饭呀！我才知道饭菜能那香的。3强到底脾气急些，着急就开口了。李秀英心里一惊，竟然还有肉！哎，徐梅花能那大方？做了几十年妯娌了，她还能不知晓徐梅花？虽说面子情过得去，可她也是一个能不多拿1分就不多拿1分的人。关二婶啥事儿？这回是咱妹子桂兰造房子。2强也应了一句。刚说完话，他媳妇儿就冲了过来，将他手里的白面馒头抢走了，跟几个孩子分着吃了。吃的比咱们过年还好啊！说到这个，3强更高兴了，这会儿嘴里好似都有那股子香味儿。要是能有这吃的，就是让他干一辈子这事儿，他也乐意呀。你们咋的也不带点回来？老2媳妇不满了，他们咋能光顾着自个儿吃？这不是拿了白面馒头了？周大山眉头一皱，就应了话。对于这个老2媳妇，他是1万个不喜。老2媳妇田玉春也不说话了，只是嘴里口水直流。我们要不明儿个也去帮工吧？李秀英眼珠子一转，就出了主意。她之前也不知道桂兰能做这么好的伙食，要是知道，她就带着一大家子都去了。今儿个没去吃到好吃的，真的是亏大了。去帮忙，去吃肉。2强的3个儿子也急忙呼喊着。周大山琢磨了一下，每日里要准备这么多人的吃食，桂兰和她娘2个人也弄不回来，让自家老婆子去帮帮忙也是好的。你们几个大人去，秋香留在屋里带3个孩子。我也要去，他才不喜欢自己这3个侄子，脏死了。而且有肉吃，他也要吃肉。老子的话你也不听了。李秀英怕自个儿闺女受气，哎呀，都去都去，这么好的事儿哪能不去帮忙呢？第2天一早，天没亮，他就爬了起来，就发现徐长林已经起床，在外头劈柴。周桂兰心中暗暗感叹这男人的勤劳，随即背了背篓，想着再进镇上一趟。徐长林见状，放下斧头，就要和他一起去。你就在家歇着，一会儿天亮了又得干活了。不放心你，一大早的就撩我。周桂兰心里默默念叨一句，可还是开心的。昨儿个我把家里的肉菜都做了，往后得每天去镇上买了。说完，眼睛不时地往他脸上瞥，就想瞅瞅他的反应。徐长林依旧是一张面瘫脸。你做主。一点挑战都没有，而且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话题，就被他给终结了。你辛苦1个月，结果只能做个小屋子，气不？不气。我给他们开工钱，你觉得怎么样啊？应该的。我想着等房子建好了之后，也按照1天10文钱结算给我几个堂哥和大伯，我哥就不用了。好。周桂兰觉着自己已经没有话和这个男人说了，啥都好，啥都可以，连吵架都吵不起来。在另外一边就已经瞧见有个屠夫在卖肉了。周桂兰走过去问价钱，肥肉12铜板1斤，瘦肉10个铜板1斤。这个价倒是实价了。那肥肉6斤我给你60文，瘦肉5斤我给你40文，一共100文，怎么样？这是个大客户，心里琢磨了一下，点了头。好，往后要多多照顾我的生意啊。周桂兰指着猪骨头又问了价，3文1斤，她觉着便宜，立刻来了5斤。这猪下水呢？那圆脸屠户愣了一下，随即笑着道：这些都是卖给狗吃的，你要10个铜板就全拿走吧。所有的猪下水才10个铜板，简直就是赚翻了好吗？好，真全要。你家里养了多少条狗？
一听他这话，周桂兰脸僵住了。这个时候说是买给人吃的多不合适，不识货，真不识货。这些猪下水可是比肉还好吃的东西，竟然给狗吃。这么想着，他脸上的表情可就精彩多了。那圆脸屠户见周桂兰表情变得极快，也不好再追问。我一直在这摆摊儿，下回你再来啊。周桂兰心里舒坦，想着上次遇到那个张屠户，只觉得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有时候呢，人就是这么不经念叨。刚说到张屠户，就见他站在一个摊位前了。张屠户也不管他的摊子了，抄起他的杀猪刀就挡在了夫妻二人的面前。你们还敢来？为啥不敢来？哼，这人还真有意思。你们两个乡巴佬，敢在我地盘上打伤我！张屠户的一双眼睛瞪得老大，那眼珠子里都透着怒火。徐长林眉头皱了起来，见自己小媳妇儿摆了摆手，一副不想耽搁功夫的模样。他看向张屠户，怒喝一声：“让开！”这一声吼让张屠户身上的肥肉都抖了抖，转头看去，刚想拿刀去砍徐长林，就撞见徐长林冷漠的眼神，心中一颤，脑子里就想起自己个儿被他一脚踹飞的事情，心就慌了。这会儿回想起来，肚子和后背好像还是疼的。他握着刀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最终下定决心：你们给我等着！放下这句狠话之后，也不顾自己的摊子了，拔腿就跑。等周桂兰他们回到村子时，天色已经亮了。周老太太和周大海已经过来，见他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老太太心里呀，那是疼得不要不要的。哎呀，你说说你买这么多肉干啥呀？你男人赚钱容易？周老太太简直就想揍自个儿闺女一顿了。这也是他的意思是吧？说着就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徐长林，看着他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徐长林只觉得好看，嘴里也应了。老太太一口气不上不下的，气得她转身就走。她虎着一张脸就去煮粥，手边突然有了一袋子白面。娘，早饭就吃白面馒头吧。周老太太气得抬手去打周桂兰，周桂兰脖子一缩就躲了过去。还敢躲？老太太也不管啥了，迈着小脚就要打周桂兰。周桂兰急忙躲到徐长林身后，躲着老太太。娘，你干啥打我呀？我做错啥了？老太太一口老牙都要被她咬掉了。才不打你，你就要上天了！败家玩意儿，我看你是吃了2天饱饭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长林，让开，今儿我就要打死这丫头！徐长林一把按住抓着她腰间衣服的小女人，将她提到老太太面前。这个男人竟然敢这么对我！周桂兰简直要被徐长林气死了，竟然抓着他让老太太打。老太太的手抬起来就要朝着他身上砸下来，周桂兰闭上眼睛，缩着脖子等着巴掌砸下来。啪的一声响，意料之外的巴掌并没有打在他身上。他偷偷睁开眼，就看见徐长林的胳膊护住了他。长林啊，你干啥呀？怎么的也没想到自己女婿会帮着闺女挡了他的巴掌。娘，你年纪大了，不能跑，摔着了咋整？桂兰是我媳妇儿，家里她做主。周桂兰一怔，这男人是在解释，他是怕老太太摔着出事儿，还有他是他媳妇儿，那是不是就是说他想咋用家里的钱就咋用？要是老太太心里不舒坦，他就代替他被打。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塞满了，暖乎乎的。这个男人呢，虽然不爱说话，也只是一个猎户，可真的是个好男人。哟，你们大早上的在干啥呢？啊，大哥大嫂来了，这不是正商量早饭吃啥吗？说着他就迎了过去。煮大碴粥吧，管饱，好干活。李秀英眼珠子一转，就笑呵呵地应了话头。啊，大碴粥也行，就怕一会儿干活没力气。他可是来吃好，过来一趟还吃大碴粥。身后的老二媳妇田玉春不乐意了，造房子可是大事儿，早饭也得吃饱了吃好了才能干活，就吃大碴粥哪行啊？昨儿个不是做了馒头吗？早饭也吃那个呗。他3个儿子也是急忙地喊着要吃馒头。周老太太的脸色有一瞬间僵硬，都这么说了，她哪能还说啥？周大山眉头都皱了起来，刚想开口，就听周桂兰说话了。那成，早饭就吃馒头。3个脏兮兮的孩子都跳了起来，撒欢一般的跑了起来。走在最后面的周秋香，一双含水的眸子就定在了徐长林身上。长林哥真有本事，这么快就造房子了。长林哥，喝水。那眼睛恨不得粘在徐长林的脸上，身子也跟徐长林挨得近。周桂兰眸子眯了眯，这情景怎么不对劲儿呢？在他的记忆里，周秋香可是不会跟一个人亲近的。徐长林许是渴了，
接过碗，咕噜咕噜的就喝了，随即将碗还给周秋香，道了句谢。周桂兰挑了挑眉，哟呵，感情这男人还来者不拒呢。周秋香接过空碗，看向徐长林的目光更是柔情。看着这一幕，周桂兰心里隐隐升腾起一股怒火，来不及分辨这是什么情绪，旁边的三强就打断了他的思绪。你这丫头也给我端一碗水啊，没瞅见你三哥我也渴了。周秋香恨得牙痒痒，想回嘴又怕人家瞧出啥了，只能冷哼一声去倒水。周桂兰只觉得心里痛快，都想给三强竖大拇指了。娘！小奶包见自己娘一直站着不动，疑惑地喊了一声。周桂兰这才回过神，急忙练了情绪，小天乖乖在这坐着，娘去给天天做好吃的，好不好？乖巧地点了点头。小天会听话的，小天不动。这馒头还得发面，要不少功夫，他可以提前将粥煮了。盖上锅盖，就听到了小奶包的哭声。周桂兰心里一紧，转身就见着那三个脏兮兮的男孩子抓着小奶包就往他嘴里塞什么，而田玉春就坐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他心慌了，快步冲过去，一把抓住柱子的手拉出来一看，就见他手里拿着大拇指粗的蜈蚣。你干啥？周桂兰心里着急，一把将柱子的手甩开，那蜈蚣快速的就爬了。小奶包眼珠子往下掉，被吓得不轻。见他这模样，周桂兰心疼的不行，还一阵后怕。我们跟他玩呢，玩也不能这么玩的，我们都是这么玩的。6、7岁的二柱也是不在乎的应了一句，弟弟太哭了。4、5岁的三柱也是不在乎的应了一句。这三个熊孩子竟然一个比一个理直气壮。他才3岁，你们这样他要是病了怎么办？一旁的田玉春见自己儿子被周桂兰说了这么几句，心中也不舒坦了。他们就是几个孩子，跟小弟弟玩咋了？瞧你这要吃人的样子，这儿做给谁看呢？周桂兰简直是要被自己这个堂嫂给气笑了。要说三个小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可他一个大人也不阻止，看得还这么高兴，这人是怎么做娘的？玉春嫂子，要是别的事情我也不会生这么大火气，可是我们家小天要是把这蜈蚣推下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在呢。你就护着你便宜儿子是不是？他们还是你侄子呢。一声便宜儿子让小奶包的眼珠子掉得更快了。他知道他不是娘的孩子，可他喜欢娘，他想当娘的孩子。周桂兰的心都在颤，这人有没有脑子？咋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这种话？这是咋啦？好好的吵吵啥呀？田玉春可是嚷嚷开了，孩子们闹着玩呢，这小的可不就哭了。桂兰妹妹就嚷嚷开了，闹着玩也得知道明理，有拿着蜈蚣往孩子肚子里塞的。周桂兰也是真的气着了，语气里全是怒气。一听是蜈蚣，几个人都变了脸色，那可是有毒的玩意儿，不小心就能要了命的。你干啥吃的？坐在这儿就瞅不见，不知道拦着。李秀英也是觉得面上无光，对着自个儿的儿媳妇儿就喊了一句，要是真的弄出人命咋整？让他孙子偿命？这个儿媳妇儿真是一点用都没有，整日里好吃懒做，三个孩子都带不好。田玉春不服气，都是几个孩子的事儿，咋就闹腾个没完了？到底是自个儿婆婆开口了，她也怕闹腾狠了，不能在这里吃好的，只能憋着不开口。桂兰呐，他们都是孩子，不懂事儿，你多担待担待啊，回头大娘教训他们。孩子也没事儿，你就甭多想了，咱们还得干活呢。周桂兰心里再不好受，也不能真的跟几个还不到10岁的孩子闹腾。她大伯和几个堂哥还在帮着他们家干活呢，总不能真的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大娘开口了，这件事情也就过了。孩子被吓着，我先带回屋子里安抚安抚，别吓出病来了。这么点事情还能吓出病来？你不会是看不上我们帮忙，想我们走吧？周秋香看不惯周桂兰，冷嘲热讽着。事情本来都要完了，他来这么一句，这不是让事儿不能结束？你说的我们是指谁？周秋香还想硬话，就被李秀英扯了扯衣袖，她气得一跺脚就跑开了。桂兰就背着那些肉和猪下水，抱着一盘衣裳，就要带着小奶包去洗衣裳。周老太太跟她一起下山，而是到了山下一条河边就蹲了下来，让老太太洗衣裳，她则拿了大肠就抓了一把盐巴开始搓洗。老太太看了直皱眉，你洗这玩意儿干啥呀？浪费盐，这些可吃不得，买了浪费。好吃，说着还吞了口口水。瞧着他这小模样，周桂兰一早上的抑郁顿时烟消云散了。这能吃？一股臭味儿，就咱们那几年饿得快死了，也没想着吃这玩意儿。当然了，主要原因是当时没钱买。
那是你们不会做，等中午我做了，保证好吃。老太太可是不相信，你还能做饭比我好吃？那当然啦。周桂兰这话是毫不犹豫。周老太太被噎住，想到昨儿个吃的自己小姑娘做的菜，只能闷闷的应了一句：像你那么作践油盐，谁做的菜不好吃啊？做饭可是门艺术，不是谁都能做得好吃的，哪怕是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的味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个玉春嫂子呀，是个不懂事儿，你看紧孩子，她好吃懒做的，你大娘也管不住她。周桂兰嗯了一声，就是找麻烦呐，也得背着点人。你这么当面跟她闹腾，让你二强哥咋想啊？周桂兰猛地回头看向老太太，就见老太太还在搓衣裳，好像刚刚的话不是她说的一般，这是在教她咋收拾人呢。她娘果然威武，真笨。那还不是你生的？那你咋不学我点好啊？嘿，这不是还得娘你好好教我吗？完了，他好像越来越喜欢老太太了。他一定要好好赚钱，让老太太晚年吃好的喝好的。等母女俩洗完了回去，就见周秋香又给徐长林送水了。周桂兰冷冷地盯着，要是徐长林敢喝，他就……正想着，徐长林竟然接过那个碗，一口就喝光了碗里的水，还将碗递给了周秋香，顺嘴说了一句：谢谢。谢你个大头鬼！没瞅见那个女人恨不得将他吃了，这个蠢男人。徐长林感觉似乎有人在看着他，顺着感觉看去，就对上了自己的小媳妇儿，这就是别人说的对他暗送秋波。想着心里就异常的满足，他往上翘了一点嘴角，露出一抹他自认的笑意。可惜隔太远的周桂兰没看出来，在他眼里，徐长林正做贼心虚的看着他呢。哼，当着我的面就敢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晚上别想睡我。一扭头也再不看徐长林。老太太可没在意这些，她心里正琢磨着怎么教导自己闺女要节省。站在徐长林旁边的周秋香可是见到他的笑，顿时心里小鹿乱撞。长林哥对我笑了，难不成他也是喜欢我的？也对，我长得这么好看，长林哥是该喜欢我的。你咋总给长林递水？没瞅见我们几个也渴了？三强将锄头往地上一放，不满道：他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了，这妹子就站着不动，可急死他了。这么好的气氛就被他这三哥打断了。周秋香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就来了。周桂兰将衣服都晾晒好了，回来就将骨头用清水再洗了一遍，就放进锅里开始熬汤，再拿了猪大肠在灶台边切。周秋香气呼呼地将水桶提了过来，瞅见周桂兰在切的东西，闻着那个味儿，眉头直皱。这什么呀？猪大肠？你就给我们吃这么下贱的东西！周秋香惊呼出声，这一嗓子下去，就连在附近干活的男人们也都转头看了过来。一旁摘菜的李秀英也拍了拍手，往这边走。田玉春紧跟其后。咋了这是？隔着大老远，李秀英就问话了。周秋香几步跑到李秀英旁边，一把抓住她胳膊，手指着周桂兰：娘，他竟然让咱们吃猪大肠，那是人吃的吗？哎呀，这玩意儿咋吃啊？我们可是来帮着干活的，你咋能弄猪大肠给我们吃啊？田玉春语气更是不好，声音也大了起来。他可是过来吃好的，像是昨个的鸡汤、大肉块、白面馒头的，难不成是昨个把好的都吃光了，往后就吃这些下贱难吃的东西了？想到这儿他就后悔了，还不如在家里偷懒呢。不想吃可以不吃，谁让他们来帮忙？想来帮忙，昨个怎么不来？一大早就没个消停的时候。你怎么说话的呀？我们还不是来帮你忙的，到这会儿都没歇着，你就没个好脸色的。周秋香逮着话头就刺周桂兰，他就是要让长林哥瞅瞅他的媳妇有多不好。我说了，你不吃猪大肠可以不吃，没有人逼着你。要是你觉得累着你了，我谢谢你，你回去歇着吧。赶紧走，看着就烦。娘，你瞅瞅他说的是什么话呀？就是啊，桂兰，我们可都是来帮你忙的，你这是寒我们心呢。我们这卖力干活的，你也不给我们吃点好的，谁有力气干活啊？田玉春是100个不乐意，他在自个儿屋里都没有在这儿来。周桂兰简直是要被他们3个女人气笑了。这是咋啦？周老太太迈着腿跑了过来，她就去给羊换了个地儿，咋的就又闹腾上了？田玉春急忙就把事情3两句说了。周老太听了直皱眉，哎呀，这不就是一个菜的事儿，你们吃别的菜不就成了？说的简单，他用大肠做了个菜，大伙儿都去吃别的菜，那能够吃饱？弟妹这是帮着桂兰了，这话可就带了挟持的意味了。乔大嫂说的，我这不是在理，这东西都花了钱买了，也不能作践了不是？等做好了你们不想吃，我和桂兰吃它。周老太太皮笑肉不笑，就把话给堵了回去。
三人都没说话，可这心里的气怎么都下不去。哪有把大肠往菜桌上端的呀？那咱们怎么能吃得下去啊？田玉春还在纠缠着，那我就把大肠放在灶台上，谁想吃的就在这儿夹，成不？这还能有啥不成的？哪怕再不甘心，田玉春也只能不说话了。李秀英眼睛瞪得老大，弟妹啊，不是我说你，好歹我是她大娘，就这么跟我说话的，你还是好好教教。大娘，我都嫁人了，我娘可管不了我了，倒是您该好好琢磨琢磨秋香了。要别人不明白的，还说她一个姑娘家的不明事理呢。周桂兰可不是受窝囊气的，立刻就应了一句：“少说两句能成哑巴不？”周老太太狠狠瞪她一眼，这才转头安抚李秀英：“哎呀，大嫂咋跟个小辈计较？回头我好好说说她，您就去一旁歇着吧。”这话说的是不轻不重的，好似是将周桂兰给训了一番，可咋琢磨咋不是味儿？咋的？这是说她暗地里这个长辈欺负晚辈了？李秀英是八肚子气，可是又挑不出理。你们忙着吧，你这丫头咋这么倔呀？到底是你长辈，你咋说话的？周老太太压低了声音，狠狠地教训了周桂兰一句：“不找我麻烦，她就是我的好大娘。要是继续这么闹腾，她可不怕撕破脸。反正她没享受这窝囊气，也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感情。要真说起恩情，那也是原主大伯对原主有恩。可每回大伯拿一点粮食给他们家，大娘都要戳着鼻子骂原主是赔钱货。这样的人她才不伺候。名声能当饭吃啊，还是能当水喝？周老太太心里跟明镜似的，也就不怪周桂兰了。下回啊，放机灵些，别让人抓住你话头了。老太太又教训了周桂兰一遍。对于老太太的话，周桂兰那是10000个佩服。就这么几句话，就让那3个女人是有气没处发。还有上回暴打钱大丫，看的那叫一个解气呀。说起来，老太太这是文武双全啊，不简单，很不简单。娘，我晓得了，今儿个我可是对秋香对大娘没说重话，她也挑不出啥理来。周桂兰可不傻，刚刚她那是借力打力，没瞅见最后他们只能找老太太告状，那也没告到点子上，看把你能的。赶紧做饭，咋的也不能让大伙饿肚子。等食材都处理好之后，汤也熬好了之后，周桂兰就大显身手了，将五花肉切块，放进锅里烧开了的水煮了一会儿，捞起，将锅里的水倒出，干锅，热锅倒油，放糖，煎至金黄，下肉，香料爆炒至焦黄，再放了点之前打的酒。没有酱油，就用老太太家的豆豉代替，用热水，用小火慢慢的炖。这时候香味就开始飘，那些做事的男人手上干活的速度就更快了。这饭菜太香了，就算是吃大肠他们也乐意呀。桂兰那死丫头做啥呢？咋真香？帮忙烧火的老太太皱了眉，瞎耽误功夫，就一个菜你要弄个把时辰，一天天的光做饭去了。老太太是苦水里泡着的，只要有吃的就成，连吃饱都办不到，哪有这么多调料慢慢做？咱们这会儿可不就是没日里做饭吗？一旁的小奶包巴巴地看着锅里的肉，小小的嘴抿着，要吃肉，桂兰姑，我们要吃肉。想吃肉可以，你们得乖乖听话，你们去凳子上乖乖坐着，一会儿开饭了，大家一起吃饭。等周桂兰做完饭，已经是中午了。大家在屋子外头围着那个木桌子坐下，菜摆满了整张桌子，萝卜骨头汤、红烧肉、肉丝炒包菜、蛋饼、蛋羹、红烧冬瓜等等，这么多肉得多少钱呢？大家吃饭吧。李秀英和周秋香一吃起来也停不下来了，也就顾不上想周桂兰的不好。倒是徐长林张望了一下，就见自己的小媳妇儿和丈母娘带着小奶包围着灶台正吃着饭，他也不坐着了，端着自己的饭碗走了过去，就见几人围着一盆爆炒大肠和一碗猪肝糊糊吃着。小奶包脸上都是满足，你这是啥糊？这糊糊简直就是太对他胃口了，他不用嚼，又好吃也下饭。这就是地瓜粉和着骨头汤做的，里面放了一点猪肝末。周桂兰倒是丝毫不藏私，就跟老太太说了，真是没想到啊，这下贱的猪下水这么好吃，一会儿留点给你大哥，让他也尝尝。我晓得了。周桂兰应了一句，只能说李秀英他们不识货呀，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都不吃，我咋不晓得你会做这些吃的呀？老太太突然想到啥，皱着眉头问周桂兰，这闺女可一直老实巴交的，现在咋这么多花花肠子，还会做这些个好吃的？以往在家可没见她做过。糟了，周桂兰心一紧，就见老太太眼光里都是怀疑。徐长林见到老太太这话，也看向自己小媳妇儿，
他就觉得他这小媳妇儿不太对劲儿。那以往在家里还不是被你压着，啥也不让用，嫁人了那不是我自己个儿当家了，还不是由着我性子来。这可把周老太太气笑了。感情你说我抠门儿，像你这么做菜呀，一年得费多少油啊？那还不是吃进肚子里了，身体养好不就能赚更多钱了。周桂兰见她的注意力被他带跑了，这才心里偷偷的松了一口气。这老太太可不好对付了，编个师傅啥的，那她肯定得追问到底，到时候就露馅了。嘿，你还有理啦？这些个油盐都被你霍霍了，看你冬天咋整，喝西北风去。要不是女婿在这儿，他就要收拾这个跟他吵吵的闺女了。周桂兰不在意道：我会再挣，保证饿不死。我媳妇儿能干。得，正主开口了，他还能说啥？你就让这败家老娘们霍霍吧。被维护了，周桂兰心中美滋滋的。徐长林就是会哄人，竟然还能让老太太偃息旗鼓。一阵叹息，几个人站在这边吃，那头有人瞧见了，扯着脖子就喊了一句：你们来吃肉啊，躲在那儿吃啥呢？徐长林回头对他们道：吃好吃的，感情你们还躲着吃更好的东西啊。其中一人开着玩笑，心中是不相信的，这都是大块的肉了，还有啥能比肉好吃？把菜端过来吃吧，哪有菜灶台围着吃的？大哥呀，这是猪下水，我们就不端到桌子上了。吃得正香的一人忍不住惊呼：猪下水能这好吃？这东西有人觉得下贱，我们就自己个儿吃了，你们还是去吃肉吧。周桂兰倒是觉得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笑着对围着灶台的人说道：毕竟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就是喂狗的，很低贱，他也怕这些人觉得他是拿这些东西应付他们。小嫂子，这猪下水可是比红烧肉还好吃啊，我才不走呢。这可是开了眼了，咋能这么好吃呢？另外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男人也是开口了：太好吃了，可惜我家婆娘做不出这味儿。周三强也忍不住凑过来，吃了之后就对着桌子那边的人开口：快来吃，这味道太好了。之前就犹豫的人这会儿也都坐不住了，连周大山都站了起来走了过来。那三个孩子早就跑了过来，一筷子一筷子夹着那猪大肠吃。桌子那边就剩下李秀英、田玉春和周秋香几个人了。这些人傻了吧？就那猪下水能有红烧肉好吃？田玉春对他们的话嗤之以鼻。就这么一会儿，那些男人都跑光了，他们三个人也就在桌前坐了下来。出乎周桂兰意料的是，那猪大肠征服了所有尝过它的人。不一会儿，那一盆猪大肠就被吃光了，还把那糊糊都吃光了。等大家都吃完了，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就又去干活了。这回周大山和李秀英吩咐，要么干活，要么回去，别坐着像个太婆等着人伺候，还白吃白喝的。李秀英没法子，只能带着另外两个女人开始帮着收拾碗筷。等到晚上，饭菜还是和中午差不多，只是没了肥肠和猪肝，那些人都咂巴嘴。小嫂子，你就做那猪下水吧，那可比肉还好吃。就是，我都惦记一下午了。你也甭备这多肉了，多弄些猪下水我们吃吧。对于这个情况，周桂兰也没料想到。好，明儿个我多买些猪下水回来，不就是为了省点买肉的钱吗？小丫头可甭这么说啊，肉是好吃，可那猪下水还是更好吃的。刚刚说话的那个年纪稍小的男人，抢在周桂兰开口之前就应了声。周秋香没想到男人们都会帮着周桂兰，气得眼眶都红了。她可是大石村的村花，从小就被男人捧着，可现在那些男人都捧着周桂兰了，这让她咋能高兴？不过她这脾气可没人在意，听着他们一言一语夸着，田玉春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也暗暗后悔中午没去尝尝。至于李秀英，那也是脸上没有好脸色。徐长林听着大家夸他小媳妇儿，面上没有变化，心中却是乐开了花。他媳妇儿就是好的，哪儿都是好的。要是能娶到小嫂子这么好的女人，那可是8辈子的福分了。这话被徐长林听在耳朵里，一种危机感就涌了上来。小媳妇儿的好被人发现了，这人竟然是在肖想他的小媳妇儿。不行，今晚就得睡了他小媳妇儿，不能让小媳妇儿跟别的男人跑了。他们收了夜之后，周桂兰洗得香喷喷的，回屋子的时候就见徐长林已经躺在床上了，小奶包被他放到了靠墙的位置睡着。上床之后就将小奶包抱了起来。徐长林皱起了眉头，让他睡里头，我们要洞房。洞房？这男的能不能有点矜持啊？这是能当着小奶包说的吗？咋的就要洞房了？
我不同意。周桂兰一口拒绝。白天跟别的女人调情，这会儿想上她的床，想得美。再不懂女人，徐长林这个时候也发现自己小媳妇儿对自己不满，不跟她睡，难不成这女人还是看不上他，要跟其他男人跑？一想到这个可能，他的心就像是被一个重锤雷了一拳头。不成，今晚你就要跟我睡。他已经憋了1个多月了，床边睡着香喷喷的媳妇儿不能碰，这太痛苦了，比被人砍1刀还难受。这个男人是想用强的。不知道为何，脑子里就闪现了周秋香给他送水的场景。他心中一口气憋着难受，就嚷嚷开了：“你欺负我算啥？以为我是女人好欺负呢？你是我媳妇儿，睡媳妇儿，天经地义。”徐长林可不觉得自个儿是在欺负自个儿媳妇儿，他疼他还来不及，啥时候欺负他了？小奶包被两人的动作弄懵了，一双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看到他爹的腿压在他娘的腿上，又见自己娘亲生气了，心里猜想是不是自己娘被欺负了。不准欺负娘！2个大人都被他这个举动弄懵了。好一会儿，周桂兰才反应过来，这是儿子在维护他呢。乖儿子，他要打娘，还要压着打。可徐长林心里啊是一阵一阵的泛酸。他养了3年的儿子，就这么护着这个才照顾了他1个月的娘，他心中受伤了。小奶包急忙去挤到2个人中间坐着，防着爹再对自己的娘动手。一晚上他尝试了好几回，可是小奶包好似一直警惕着，随时爬起来监视着他。徐长林只能放弃，躺下闭上眼睛睡着了。周大山家，李秀英坐在炕上就开口了：“桂兰这是有不少银子呀，真大方，能买这么多肉。他能赚啥钱呢？肯定是长林哥赚的。菜也好吃，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二强看着自个儿媳妇儿这个样子，心中不是滋味。这婆娘啊，真是丢人丢大发了。明儿个你就搁家里，不许再去桂兰家了。凭啥呀？你去帮忙，我也是去帮忙的，咋就不能去了？田玉春嚷嚷着，二强2只拳头捏得咯咯响。你忙啥了？就坐着等吃的，真是丢人。田玉春心虚，眼珠子乱转。他也怕二强，可是要他不吃那些好东西，他哪能忍得住啊？等明儿个二强走了，他再跟去。能在外头吃，干啥要浪费自家的粮食呢？李秀英打圆场：“二强啊，你咋这说话呢？咱们是帮着做菜了，你媳妇儿也是看着桂兰是你堂妹的关系才去帮忙的，别家她也不会去。好啦，赶紧歇着，明儿个再去。明儿个除了我们3个老爷们儿，谁也不准去。你们不去，他们还能省点粮食。我们也不是去白吃白喝。你们不去，人家娘俩也做出了3餐。明儿个谁去了，别想进我周家的大门。回去睡觉。”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天，安安静静的，没人闹腾了，滋润极了。水塘边，大家洗衣服的时候就议论开了。听说他们家每天10个铜板从隔壁村请的劳动力呢。10个铜板，那可不老少了。就是去镇上当长工，一天也就是这个数。那长工还找不到，有这钱干啥不请咱们村里的人呢？白白便宜别的村儿，真是。白叶子听着他们的话，就觉得有些刺耳。忍不住道：“那还不是咱们村的人不去帮忙，他们没法子了才请的人。话可不是这么说呀，他们那时候可没说要给咱们家男人工钱呢。就是，要是有钱，我就让我们家男人去干活，在家闲着干啥呢？”白叶子也懒得跟他们说了。这些人呢，没钱的时候一个个都说不去，这会儿知道有钱了，就说别人不喊他们，真的是没法说。我还听说呀，他们顿顿是肉，吃不完那些都让帮工的拿回家给家里人吃了。肉啊，他们这些庄稼人一年到头可是吃不到1-2块肉的，谁家帮工也没见着肉星子呀。哎，也难怪了，周桂兰的男人不是个猎户，那家里能没肉吃？哎呀，想的这好事没让咱家赶上啊！我可是听说呀，他家里的菜全都是油泡着的，滋味好着呢。几个女人说着，嘴里还咂巴着，好似能瞧见似的。之前怕徐长林的银子是杀人得来的脏银子的人，这会儿也不提这一茬，就琢磨那肉呢。大石村好几家一开始答应了，后来又没去的人，这会儿也是后悔的不行。白叶子洗完衣服，也懒得搭理这些人，端着盆子就回了自己家。桂兰这屋子造起来，也不晓得花了多少冤枉钱，那家也不容易，咋的也得拉上一把。想着回去之后，就跟自己娘说了这件事情，在自家的后院里扯了一篮子丝瓜，提了篮子去了山上。他走过去，就见周桂兰在喂鸡，这才发觉周桂兰竟然是养了这么多的鸡。桂兰听到喊自个儿，
周桂兰回头，就见一个女人胳膊上挂着一个篮子，站在旁边。从记忆里，她认出这是白家的大丫头白叶子，可原主往日里和她没什么交集啊，咋的这时候跑过来了？哎，你咋来了？来坐坐。等她走到近前，才发觉她篓子里有好几条丝瓜。我这不是瞅着你家这么多人干活费菜，给你送一些。这个年头大家都不富裕，没想到她竟然是舍得要拿这些给自个儿。周桂兰心中一动，这个时候若是推辞，那就是对她的不尊重了。接过篮子，周桂兰走到灶台前，将丝瓜拿了下来，放了5个白面馒头进篮子里。谢谢了，这个时候还记得我。等周桂兰回头继续干自己活时，她偷偷转身看了眼干得满头大汗的周大海，俏脸一红，匆匆忙忙离开了。快开饭的时候，李秀英带着几个孩子与周秋香和田玉春过来了。周大山皱眉不高兴，家里没柴火了，我们就到这儿来凑合一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周大山也不好再说自己这个和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妻，只能默不作声。这人都来了，总不能赶走，也就是多费点粮食，大不了就当是孝敬他大伯了。刚一开始，周秋香就夹了1筷子肉给徐长林，语气温柔：长林哥上回救了我，我一直没报答，长林哥你多吃点。周桂兰都忍不住要翻白眼了，这周秋香可真有意思，拿她的肉去报答她老公，她咋觉得这剧情很玄幻呢？对，上回妹夫可是救了我们秋香的，等房子造完了，妹夫去我家喝酒啊。三强笑呵呵的开口，再次打破了这不同寻常的气氛。喝啥酒啊？还不如你们多帮帮忙，使使力。改明儿啊，我把家里的事情弄完了也过来帮忙，也让弟妹歇息歇息。这菜地呀，也不能这么多日子不管不是？这么一说，周老太太也是心里直犯嘀咕，她都好几天没管自个儿的菜地了，等入冬了得喝西北风了。周桂兰是瞧出了自个儿娘的心思，大娘你也得照顾家里，两头跑不好，明儿个上午就让我娘不来了，让秋香来帮帮我吧。哎，那可不成啊，秋香不会做饭，她在家也没干啥活，咋能来帮你呢？嫂子过来，嫂子帮你做饭。田玉春立刻就反对了，这边这么多好吃的，她定是要留下来的，要是周秋香过来，那她也不会给自个儿带吃的。我怎么不会做饭啦？说着，眼神也不住地往徐长林这边瞥。要是长林哥知道自个儿不会做饭，还会喜欢他吗？这个二嫂真是干不成一件好事儿。田玉春冷哼一声，哼，你在家可是个大小姐，啥时候做过饭了？哎呀，你们两个少说两句。虽说是说两人的，可那眼珠子瞪的却是田玉春。她闺女长得好看，是要嫁到镇上去的，要是干活把手弄糙了，谁还看得上？就这个儿媳妇儿唧唧歪歪的，败坏她闺女的名声。桂兰都开口了，那就让秋香明儿个来帮帮你。哼，肯觊觎我的男人，看我不整死你！晚上小奶包照样防备着这徐长林，让徐长林倍感无奈。这儿子呀，就是他的克星啊。乖儿子早点歇着，娘明儿个还给你做好吃的。徐长林郁闷了，这是我媳妇儿，这是我娘。小奶包睁着大眼睛看着徐长林，要是他长大了，就可以保护娘了。我要抱着我媳妇儿睡觉。小奶包急忙抱住了周桂兰，就怕他爹又欺负娘了。周桂兰被他逗笑了，顺手将小奶包抱在怀里，就躺了下来。你跟个孩子闹腾啥呀？赶紧睡觉。再说，在他和周秋香还没有完全撇开关系之前，他可是还在对他进行考察。小奶包简直就是他的守护神。第二天上午，周秋香果然来了，不过他可没有要帮着周桂兰做饭的意思，时不时就给徐长林送送水喝，有时待在他面前拿了手帕就想给徐长林擦汗，被徐长林拒绝了，他可以再找其他由头。总之呢，他就是要在徐长林面前晃悠。这么多人呢，他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不过呢，我的男人我还是得守护的。秋香啊，我这儿忙不过来了，你赶紧帮帮我。周秋香当没听到，就想帮徐长林拍拍身上的土。你姐喊你没听见？哪怕再不情愿，周秋香也不敢惹自己老爹，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蹭到了周桂兰面前。周桂兰拿了一大盆大肠往他面前一推，辛苦你将这些大肠清洗了。你让我洗这么脏的东西？周秋香不敢置信，她在家都没咋干活，到这儿来，周桂兰竟然让她洗大肠。咋的？你不是来帮我的吗？
这个中午就要做成菜了，不洗就来不及了，快去吧。我不干这个，为啥你不自己干？他才不要干这种事情，这都是低贱的人干的。见他发大小姐脾气了，周桂兰的脸色也拉下来。要是不干你就回去吧，省得到时候大娘心里有想法。周桂兰也不再去看周秋香了，继续手上的动作。这可是李秀英亲口提出来要让周秋香来帮忙的。既然她要吃饭，那当然要干活了，难道还让她闲着去招惹自个儿男人，还来个亲密接触？周秋香被周桂兰气到了。可要是这会儿走了，她咋还能看到长林哥？要是回去，他娘也会骂她。这么想着，她就委委屈屈的又将地上的木盆端起来，记得去后河洗啊，这东西臭，去水塘会被人骂的。周秋香咬着下唇，满脸的憋屈。这东西要吃进肚子里的，记得洗干净点，盆里放了点面粉，拿着好好搓洗。要是洗不干净，我可是要你继续洗的。他已经被气死了，脚步加快，要不然他怕自己忍不住和周桂兰打架，敢抢他的男人，嫩了点儿。